谁呀？这大半夜的在这儿干嘛呢？这么晚怎么不回家呀？哟，怎么还带个孩子呀？这家回不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要不你上我屋里坐坐？这大晚上还下着雨，别把孩子淋病了。来。麻烦你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我去隔壁药店给孩子买点药，你先帮我照看一下，我买了药再过来接他。哎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别把孩子给冻坏了。哎，快去快回啊！哎，不过，李叔，我要吃糖葫芦，加核桃的那种。吕小鱼，在买羽绒服的时候怎么说的？想要新衣服，以后就得省吃俭用，不然我下学期上高3的学费都不够。啊，李叔。你变了。这都跟谁学的？少看点肥皂剧行不行？哎，这糖葫芦5块钱一串，5块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耶，因为我这糖葫芦都把籽挖掉了呀，有手工成本嘞。那你把籽装回去。哎呀，这。啊！李叔，我吃5颗，给你留2颗。留1颗就行。哎，你看网上新闻没？有个男的突然力气变得特别大，能举起2000斤的东西。2000斤？不是人吗？是真的超能力还是骗子呀？超能力？最近这种新闻好多呀。咱们看打进去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亲朋好友，下面就是我们的压轴节目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吕叔，让我骑你脖子上看。是火焰表演。我举不动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子虚。吃糖葫芦。拼了！我们挤过去。还是魔术啊？还是说超能力？今天的表演已经结束，请大家注意秩序。哎，李叔，那个火焰表演好神奇啊！他怎么做到的？不知道，确实很神奇。
要不咱们去后台问问看，说不定人家肯交给我们呢。到时候咱们也能靠这种表演挣钱。教你是不可能的，不过去看看倒是也可以。哎，注意的轻点放啊！哎，留神啊！哎，别，搭把手，搭把手啊！谁？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们来干什么？啊？哎呀，嗨，走错了，厕所不在这边啊！什么厕所？这里是后台。我们是消防大队的。这个庙会没有批文，我们要带他回去调查。切，庙会没批文，你不找主办方来抓一个演节目的，还直接上麻醉枪，当我是傻子呀？这样啊？那厕所在哪儿啊？那边。谢谢啊！快走。李叔，刚才那个人，嘘。你们好，你们是刚从后台出来的吗？能不能告诉我里面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谁啊？你好，我叫知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有多高兴？总之挺高兴的吧。如果真像我所想的，那个火焰表演的年轻人使用的是超能力，那么那些神秘出现的黑衣人是要抓捕所有具有超能力的人吗？李叔，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吕叔，吕叔，你叫我声哥哥能死是吧？我们有血缘关系吗？嘿，吕小鱼，你是不是还想我把你送回孤儿院去？你送啊，反正我还会再偷跑出来找你的。小鱼啊，如果世界上多了很多比正常人厉害的多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当然是变得比他们更厉害了呀。你说的还真简单啊。不过很有道理。李叔，你身体这么弱，肯定不行了，估计这辈子也觉醒不了什么超能力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行，但我可以呀。以后我保护你，你就专门给我做饭吃好啦。走了。年轻真好啊。是啊，年轻真好。向阳幼儿园一位3岁男童眼冒蓝光，70岁大妈凭空消失，出现在了几10公里外。究竟是神奇的魔术，还是人类的进化？哎，我说，别再惦记人家的中药了啊！我给你煮面条吃。挂面没了。哎，我出去买点挂面啊。李叔，我想吃泡面。吃什么泡面啊？一会儿煮挂面给你吃。
对，你煮的挂面一点味儿都没有，我不吃，我要吃泡面。这孩子，不行。哼，那你把你脖子上的小核桃敲了给我吃。敲你个头！别惦记这个了，成不？李叔，你变了！我去给你买泡面去。哎呦！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我不是被撞了吗？怎么一点都不疼？难道我也有了超能力？等等，不管我有事没事，撞了人就是他的不对呀！完了！不碰个瓷儿，这说得过去吗？哎，不对，这不叫碰瓷儿，我可是实打实的给他撞了。你摊上大事了，你摊上大事儿了，公了还是私了？我。
我这还上哪儿要赔偿去啊？啊？老板，红烧牛肉面。你，李叔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被车撞到了，不过没受伤。所以你是把车撞死了是吧？车流了这么多血。啊？什么叫我把车撞死了？会不会说话呀？我洗澡去了，你自己煮泡面吃。给我也煮一碗。确实没有受伤，也没感觉哪儿不一样。这是所以刚才不是做梦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些人，我一个都不认识啊！难道是我刚才吓到了这些人？他们的负面情绪就变成了我的收入？难道这就是我觉醒的超能力？那我这不是就成了传说中的别人越恐惧我就越强大的大魔王了吗？你说你被撞傻了？煮你的面吧。好，大魔王来消费了。再来。这什么鬼系统啊！存心刺激我是不是？人家受了刺激觉醒超能力，我受了刺激只有谢谢参与。我还什么大魔王？好舒服啊！这是还真有好东西啊！值了，再来！all in，开始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哎，这是啥呀？一闪。
小鱼，你刚才看见窗户外面飘落什么东西了吗？你别想骗我，我一直看着窗外呢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是不是真的装傻了？这也太神奇了。哎，可惜没有余额了。别说，出来吃面啦！别忘了给我放点葱花。嗯，哦，嘿嘿嘿，再放点香菜。吕叔，一切都是你煮面给我吃的。没事，以后都让你煮。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亲爱的。洛城市中心商场发生火灾，是市中心的方向。小鱼，老师在家待着，我到房顶上去看看。我也要去。哎呀，不行，太危险，别跟来。怎么？不能跟他们硬来，小鱼还在家等我。站住！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住这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半夜的跑屋顶上干嘛？哦，那个下雪了，收萝卜干啊。雪都停了，你才来收？没有任何波动，是普通人。回家吧，这里不安全。哎。难道我能感知他们，他们感知不到我？吕叔，你刚才在外面跟谁说话呢？小鱼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哎，有个人躺在咱家院子里。你待在屋里别动，我出去一下。对。这人是今晚的火，搞不好是这货点的。难道他是为了从那帮黑衣人手里逃跑？为了自己逃跑，竟然放了那么大一把火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员伤亡。怎么办？救他吗？我也不会人工呼吸啊。不过好像人工呼吸也不合适啊，最多给他煮碗姜汤，再打个120。哎，不过听说120出诊要收费的，咱们不能掏这个钱。就说咱们不认识他，让他醒了以后自己掏。合着你没晕装的，搭把手，抬
抬他一下。抬他进屋？不，抬到院子外面，不管他喽。这么多！水，没有水，吃点血吧。能扶我进屋吗？不行，你需要休息。喂，你按着我干嘛？哦，你需要休息啊。如果我说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信不信？信啊，没事儿，你继续。好啊，放我走吧。我帮你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不用。哦，那你走吧。路上小心，早点回家啊。李树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放火烧你了？哎，你放心吧，他太虚，烧不着我。切，得了吧，你才虚呢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那个什么觉醒者吧？你看你就觉醒不了，就你那身体。你胡扯什么呢？我早觉醒了。是吗？来个超能力让我看。啊切！是那家伙说我坏话，他不是被抓走了吗？怎么会跑到咱们家？为了自由。啊！哎呀，别管人家闲事儿了，去把碗洗了。我煮的面我还得洗碗，不去。好像还真没啥能给他看的能力啊，还能买东西。这难道是修行资源？造成4人死亡，1人重伤，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。看来还是得多收集负面情绪啊！你又看电视啊？可惜，这样的速度绝对达不到。哎，李叔，同学聚会又没喊你是不是？我又没那个闲钱和他们 AA， 不喊我也正常。你倒会安慰自己。你呀，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咱们家连这房子都是租的，每个月房租要钱，水电要钱，我交学费也要钱。要不是院子里还能种点菜啊，咱们俩连蔬菜都吃不起。这眼看着也得给你找个学校去上学了，到时候学费又多了一笔，不攒点钱怎么行啊？哎，他们是在说刚才那家伙吗？
人家都不理你，你还笑？50个鸡蛋，明天早上出摊用的。小鱼今天挺能干啊。那是，这个家呀，要是没了要不你帮我把寒假作业也写了吧？可得注意防鸡蛋好了，1块5，谢谢啊。小叔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出摊啊？哦，小鱼有点感冒，我给他煮了点姜汤喝，出来晚了。你也不容易，自己是个学生，还知道勤工俭学养活妹妹，厉害吧？给我拿2个。好了，您拿好啊。你认识啊？同班同学。他们怎么也不跟你打声招呼呀？估计是不好意思吧，怕尴尬。这凭本事赚钱有什么尴尬？小叔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没事儿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彼此都没心理负担。哟，吕树同学，一大早就在这儿勤工俭学呢，生意不错呀。挣这块8毛的够你交学费吗？还行吧，反正也不到累成狗的程度。今天年初8，城管第1天上班，你可得多当心啊！咱们班的学生要是被城管抓走，传出去对同学们声誉都不太好。哦，那班长您就都买了呗，我提前收摊，也省得大家替我担惊受怕的。小事儿，小事儿，还剩几个呀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我们班长全要了，各位明天再来吧。哎呀，我排那么久，怎么这什么人？不是，别走啊！我等等，还有47个，一共70块5毛。等等，谁说全要了？都装上了啊！你自己刚说要包圆的呀。行了，算你好。你这是？刷卡呀！现在谁还天天身上带现金？拿 POS 机出来呀！快点！我可以借你。曹青瓷，你俩一伙的？看你说的，这年头有人愿意借钱多好啊，说明班长你有人缘啊。班长，这47个蛋你是在这吃还是带走啊？我推荐趁热都吃了，早餐营养高，补脑。效果送你了，留着自己吃吧。基金会，你小声点。昨天晚上刚出来的网站，上面全是世界各国觉醒者的视频。哎，给我看看，我也看看。这么说，我现在是 F 级，不过我还有那个小星星功法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后天修行。啊！有人觉醒了啊！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谁？哪个班的？啊，不知道，网站上的。有人觉醒了！我知道，网站上的是吧？什么网站上的？是七班李奇，他跟老师吵起来，把讲桌扔楼下了。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太奇怪了！还好我们不是没见过这种景象，真累吗？大家不要慌乱，不要围观，不要围观！哎，叶玲玲，你消息灵通，到底啥情况？他们说七班突然通知要抽血体检，他不愿意抽，和班主任吵起来，就突然觉醒了。咱们班主任老师就打电话叫警察了，搞不好明天得上新闻。哎，
吕硕，啥情况？谁没死呀？这个李琦，怕是有了力量，心态崩了。快，那个觉醒在天台。又是他，隐藏自己的能力，挺高明啊。老师是吧？现在谁都不怕，谁敢抓我，就把他扔下去。班长，这位同学破坏学校秩序，你不去管管？你想去你去。这么多人，得多少负面情绪啊？怎么赚他一笔呢？都别过来，我可扔了！救命！同学，我求求你了，放我下来吧！别冲动啊！别激动，你这样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，知不知道？我还未成年呢，干啥都不犯法。哼，好机会！啊！你错了，同学。啊？刑法中犯8大罪的，只要年满14周岁，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民法中也规定，16周岁就开始承担责任。8大重罪是指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强奸罪、抢劫罪、放火罪、贩卖毒品罪、投放危险物质罪和爆炸罪。你这个是属于故意伤害罪。吕硕，想不到你关键时刻胆子这么大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敢犯法？我不知道啊，只是想跟他科普一下。啊！亲爱的同学、老师们，你们太慷慨了。就这个问题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这孩子跟人杠上了。完了，忘了这茬儿，这帮护士怕也是黑风衣的人。吕树，我正想找你呢，现在快回座位，咱班也要马上开始抽血。啊，老师，我肚子疼，去上个厕所啊。行，那就先给你抽，不到1分钟的事儿。小刘，先抽他。哎呀，搞什么啊？这么大范围的官方抽血，小丽不会跟人打起来了吧？嗯，是他。阿姨，您不用送了，感谢您这么多年照顾老爷子。他吃下那颗药以后，应该会缓解很多。如果以后其他医剂打开，我们也会尽力争取的。不用谢，当初选择来照顾他，也是我自己申请的。那好，您也多保重。哎，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高兴得太早了。吕叔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头疼。你发烧了？我的烤红薯呢？烤出糖汁的那种。给你买了，还惦记烤红薯呢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发烧了？我把你攒了1个星期的衣服洗了，水有点凉。哎呦，你感冒呢，洗什么衣服啊？我给你拿药去。躺好了。吸髓果实能提升根骨，搞不好
也能治小鱼的病。我就这么废吗？我啊！小鱼，醒醒，给你个东西吃。李叔，你给我的是什么啊？怎么进嘴就没了？头也不晕了。恶魔果实。啊，再吃一颗，巩固巩固。啊！李叔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就不能一次给完是吧？你想干嘛？好吧，就这么多，都给你了啊。李叔，实话实说，你是不是觉醒了？能力是馋果子。这算啥能力？不过，我跟以前是有点不一样。啊，你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应该算是提升资质的东西吧。以后给你搞个修行功法，就能知道它的作用了。你其实没必要给我吃这么多的，反正我也还没办法修行。吃完这个以后就不会生病了，也算是好事儿。如果真的有机会觉醒，你想觉醒吗？想，我想和你一起觉醒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对了，你昨天的功课呢？拿出来我检查检查。别以为过年了就可以不做作业了，以后你上学了跟不上同学的进度怎么办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就算是觉醒了，也不能不学习文化课。哎，你不要以为有了超能力学习就没用了啊！这是帮你提升逻辑思维能力的啊！有文化和没文化，它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要是没做作业，你现在赶紧给我补上啊！是不是？吃完晚饭拿给我看，别以为可以躲过去。李奇回来了，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他就挨了一处分，刚回七班了。听说市里要在咱们学校成立道员班，专收有觉醒资质的学生，估计是发他回来报道吧。什么觉醒资质？怎么能查出来啊？你傻呀，不是刚抽完血？那我就是说，能知道咱们班到底谁能觉醒了？班长，你能找到消息没有？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谁最不可能觉醒啊？谁啊？吕树啊！所有人都是受了刺激觉醒的，吕树家里都那样了，也没，是吧？不过吕树应该不在乎这个吧？他成绩那么好，天天课上睡觉，还能班里前5。嗨，说不定人家只是表面上轻松，背地里啊复习到半夜。我确实表面轻松，不过背地里更轻松。我说一下，市里决定在我们学校成立一个道员班，集中全市的特长生统一学习。我身边的这位就是道员班的班主任西费老师。大家好。怎么又是他？现在我念名单，被喊到名字的同学出去一下。你们道员班班主任有事交代。曹行慈。平常不说话的人果然深藏不露。刘礼。李清玉。冷静点儿。下一个袁凌启，最后一名吕树。
一技属于全人类。同学们，这位是新转来的同学江树一，他也会加入咱们学校的道员班。漂亮啊！漂亮啊！因为有新同学来，咱们班的座位要调整一下。老师，让新同学坐这儿吧，我再不想跟吕树坐同桌了。那你坐那儿去。谢谢老师。这女孩好可爱啊！哎，该不会是混血吧？你看那头发。又高又苗条，还短发，有点帅啊！你好，我哪儿好？你好，在下江树一，性别男。真看不出来，原来是个汉子呀！平的，等等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侯杰，你还强调一下，是平时总被误会吧？啊？有人给你写过情书吗？男生不算，我是说女生，有吗？哎，子，好坏了，回家你妈。站住，不行证。这保密工作做的还是蛮扎实的。嗨，来了。各位道员班的同学们，你们好。我叫西费，今后将由我带着大家学习修炼方面的知识。哼，怎么又是他？所以道员班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还让每个人都签了保密协议？那么，有人知道钠钾合金吗？那什么？我问个简单点的，钠是什么？谁来回答一下？那位同学，你来答一下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。这位同学，你坐下吧。我是文科班的嘛。我说的钠钾合金是一种液态金属，可以测试人类血液与天地灵气的反应程度，也就是俗称的资质。这也太科学了吧！据说钠钾合金本来就是核反应堆的冷却剂。地球现在迎来灵气复苏的时代，很多金属都成为了传导灵气的介质，有些还可以制成修行者的法器。只要不断修行，总有一天，你也能拥有自己的法器。哦，你知道的好多呀！我们发现，钠钾合金接触到有修行潜质人的血液，会由银色转为黑色。颜色越黑，代表资质越高。按色度，资质可以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6个等级。
17个月前，我们所处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。科学家在自然环境下观测到大量正电子，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大量超能力的觉醒者，以及不可思议的生物现象。同时，一些特殊的自我修炼突破人类极限的方式也得到了验证。对了，待会儿下课后，我会在班级群里公开大家的资质等级。当然了，资质等级并不代表未来成就，日后修行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我相信，你们每一个人，未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这个。是在安慰我啊！你说的对。他们这么说你，你不生气吗？没什么好生气的吧？啊？抽血那会儿，我才刚开始吃稀碎果实。所以测出来的资质当然比较低。啊，这样也蛮好。谁知道以后那帮黑风衣又会搞出什么名堂？这就吃到上限了。稀碎果实不能抽了，那抽奖会不会多出什么新东西？吕叔，你是不是拉裤子里了？臭豆腐，这哪来的？我说是抽奖出的，你信吗？所以你觉醒的异能不光能变水果，还能变臭豆腐。哎，我尝尝。吕叔，再来一份煎饼果子吧。你当饭店点菜呢？吕叔，你也太弱了，连个煎饼果子都变不出来，以后怎么在觉醒者中立足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没法变煎饼果子。终于又看见功法了。我的刚好相反，这两个星图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？不过，我抽的这么多臭豆腐怎么办啊？哎，等我练齐7层星云，这可要抽出多少臭豆腐来呀！哼。
要是直接给现金多好。啊，等等，现金？啊！小叔，这么早去摆摊啊？是啊，还得给我和小鱼赚学费呢。哎，大爷，您练的这是什么呀？练剑，就只是剑而已，化繁为简，以一生万物的剑。你想学吗？不学。心性、毅力、资质都很合适。可他并不想跟你学。啊，这啥情况？不跟你学剑，就怨念这么大吗？多少钱一份啊？5块。好吃啊！味道正宗。5块来一份臭豆腐，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快来看一看，比卖鸡蛋赚的翻了1倍啊！这突破第1层星云，我就学会了御剑。这要是7层星云都突破了，我还不要上天啊！哎，你们看了吗？看了吗？这也太厉害了！你说以后要是觉醒者越来越多，还不乱套了呀？是吗？什么？你还没看？哎，有视频啊！真的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论坛很权威的。他们讨论什么呢？基金会论坛上一个帖子。什么帖子？昨晚鄂州有3名觉醒者合力抢劫了一家银行总行的金库。哦，这种觉醒者犯罪分子，我看不是我们道元班的人收拾不了。咱们呀，就应该组成一个道元班联盟，守护城市，打击罪犯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嘛。哎，宇叔，你也不用灰心。虽然你资质不行，维护正义可能是轮不上，但你呀，毕竟还是有资质的嘛，总会有你用武之地的。哎，我爸说了，我们家公司正想请几个觉醒者当保镖什么的，你家那么困难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这个是个好机会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你的笑只是你的保护色。唉，
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但我是。思维放空，不要有任何抵抗。嗯，西费老师手里那是什么？灵石，里面蕴含着大量能量，是修炼用的资源。再过2天，上面就会按同学们的成绩发放灵石，帮助大家修炼来。哇，这你也知道？功法，晋升，自己下去体会。按学号一个个上来，然后回去自己修行。以后每天跟我汇报进度。现在教给你们的这套功法，名叫两仪参同气全体篇。按功法修炼，能够大幅度提升你们的力量。完成一个大周天的修炼，从数据上讲，会达到1拳900斤左右的力量。我这星图怎么这么凶？西费教的功法完全不能用啊！哎，厉害倒是厉害，可这下怎么跟西费交差啊？小叔，你是不是对老夫的剑有兴趣了？哎，那个两仪参同气你是怎么修行的？你也知道我资质差，想跟你学习一下。我大概花了2个小时才找到气感，灵气走海底轮，形成暖流，入体循环1周。哦，哎，稍等，让我百度一下海底轮是个啥啊？海底轮是7轮中最下方、最基础的轮脉，是人体整个能量系统的根。所有的能量都经由它出发。我这同桌怎么什么都知道？看来是有什么家学渊源吧？难不成是什么隐世的修行大家族？本想抄个作业向西费交差，看来也不行啊。班长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是觉醒了吧？力量系吗？哎呀，不是，没有觉醒。不过力量系也不算什么。这也太厉害了！哎，李叔，咱俩也试试。我用左手。好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左手劲儿大，咱们换右手比比。哎呦，班长，我刚才竟然觉醒了力量系，谢谢班长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不是跟你掰手腕，我都觉醒不了呢。那个，来，掰手腕啊！哎，掰啊！班长，你真的不该跟他掰手腕啊！切，没关系，不过是个力量系的。快过来！听说你觉醒了，怎么觉醒的？哦，跟刘礼掰手腕的时候忽然觉醒的。掰个手腕都能觉醒？啊，对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场呢。刘礼班长真是我的福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你最好跟西费报备一下，自发觉醒，应该可以多分配一些灵石。西
西费老师他们所属的部门叫什么呀？不会叫有关部门吧？什么有关部门？他们叫做帝王。这名儿这么难听。帝王之上还有天罗，天罗少之又少，现在还不到2位数，都是一方大佬了。那就是针对觉醒者的天罗地网呗。不过话说，天罗是有多厉害啊？全国还不到10个。李叔，你怎么啦？嘘。后进墓穴聂庭，前来拜会李老前辈。堂堂天罗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进吧。天罗。李老先生，别来无恙。看气色，仪器里的药材确实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你们的耳朵倒挺灵光。若是灵气早点复苏，想来你也不会坏了根基。各有天命，这也没什么。李老先生真是豁达之人，线下时间纷争再起，天罗地网正是需要像老先生这样的人才。不知先生是否愿与我等携手？最后一席天罗，虚席以待。基金会从创立之初就规定，几大理事都不得在任何国家担任职务。这是为了公正，也是为了长久。基金会的胸怀，聂某也很仰慕。但既然我们的目标都是世间和平，联手也未尝不可。国内尚未开启的仪器还有很多，聂某可以保证，一旦再寻到药材，会第一时间送到李老先生手上。人活得太久了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李老先生保重。基金会想守护世界，情怀令人钦佩。然而天罗地网只想守护国土。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再见之时，不会是敌人。或许聂某说这些话有些不自量力，不过国内基金会的理事只能有您一位。李老先生保重，聂某会谨记承诺。今后开启仪器取得药材，聂某必第一时间送来。哥，他是谁啊？黑风衣的头之一，B 级的大高手。咱们什么时候能到 B 级啊？快了吧？看来这位天罗跟李贤一的关系挺好的呀。那跟他学剑，应该不会有麻烦了。
老爷子，您这剑看起来很有意境啊。想学吗？想学，可是有点困难。说说你的难处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不知道老爷子学问方面怎么样？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嘿呀，那太好了！吕小鱼，吕小鱼，快出来！出来！我的难处啊，就是得顾着小鱼的学习，老抽不开时间。你看看你，我一不在家你就看电视，以后白天你去老爷子家，由他监督你写作业啊。这至少是3名1级觉醒者联合作案啊！怎么回事？今天都收到10几次了，我没惹老爷子吧？哎，难道是吕小鱼？老师再见！同学们再见！曹青瓷，你真的去玩8个周天了吗？好厉害啊！哎，那不是曹青瓷吗？真的？对啊，听说他是道元班现在修行最快的。你看，是曹青瓷。不愧是甲级啊，资质真的不一样。照这个速度，第一个修完完整大周天的，肯定就是他了。曹青瓷。不会做就是不会做，说那么多干什么？老夫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这道数学题我解得明明白白，只不过没用你那什么 XY 而已。哼，老夫学算筹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哼，哦，你今年多大？81岁。啊，我今年10岁。我没出生的时候你学的算筹，所以你是71岁学的，你留级留了60年。你，谁叫你这么算的？对了，因为小鱼的星图和我相通，所以他让别人产生的怨念也都加到了我身上。就吕小鱼这性格，简直是外挂般的存在。哎。孩子，我帮你带了，现在你来跟我学剑。啊！好啊，以后还得劳烦老爷子每天监督小鱼的功课了。哼！小鱼，加油！小叔啊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带着这些负重生活，最轻的30斤，最重的300斤。可是道元班的功法是可以直接增强力量的。石学进，此人立志贯通儒释道3教，对功法的了解，没人比他更出色了。但功法是功法，石学进体魄修行是另一回事。道元班的功法是他搞出来的，难不成又是一位天罗？但目的其实在于速成，而剑道一途，欲速则不达。你现在最轻的，由轻到重，循序渐进。这个有点轻啊，换个更重点的。那是300斤的啊！老爷子，其实我已经觉醒力量系了。不错不错，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啊！那您到底要教我点什么呢？
我要教你，这世上万物皆可战。这是剑罡。世事无绝对，有时候会十样不如精一样。花样再多，大可一剑斩之。红皮一签下，尽全力，同时感受自己的肌肉变化。如果一个强者连自己身上的零件都无法完美驾驭，那他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者。肌肉没有记忆，人才有。当一切成为本能的时候，剑法才能登堂入室。剑招千变万化，而真正的高手心中只有一招，就是制敌的那一招。剑，小子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强者呀？实力强大到无视规则的人，应该算吧。你说的是结果，而不是过程。我想问的是，靠什么样的实力才能成为强者？一剑斩出，便自信可斩苍穹，这种自信才是强者的本心与本能。这种东西是需要历练的。如果有一天，你拥有了强大的力量，你是否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？更大的责任，我的责任就是好好的活下去，把小鱼照顾好。可那个时候，你不仅能够照顾好你妹妹了，也有余力去帮助别人。如果别的什么人要给我其他责任，我想我不会接受，因为我的成长也从来没有依赖过他们。你不要这么偏激。我生活的并非不幸福，也没什么心理阴影。这点经历也不算什么，只能说是人生道路有点坎坷而已。但是，光是努力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我来说已经很吃力了。所以抱歉，我还没打算拥有什么崇高的理想。我明白了，人各有志，我会继续倾囊相授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放心，这是我的一件私事。好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哎，还是你出的主意好啊！可不是嘛，小姑娘正长身体呢，特别爱吃。你给她买点零食，她指定对你印象改观。不请自来，老前辈不会介意吧？哪里，小鱼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后面怎么说呀？有朋自远方来，
虽远必诛。石学进，此人立志贯通儒释道三教，难道是那个天罗地网的高层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小啊，李叔，你怎么回来啦？哦，我回来拿点东西。哦，我帮你拿。小兄弟，你是？啊，洛城外语学校高2、3班的学生。啊，我看这少年心性不错，你没想过要收他为徒吗？几级资质，不想浪费时间。今日与老前辈交流剑道，获益匪浅，晚辈石学进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。只是还有句话要告知老前辈，请讲。国内各处遗迹都有重现人间的迹象，然而即便是遗迹，也属于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望开启之日，基金会不要插手。您可以一剑斩了我，没人拦得住你。去吧，斩你干什么？多谢。还是那句话，天罗最后一席，我们虚席以待，期待能与基金会合作的那一天。毕竟，我们也渴望世界和平。这位是石学进啊，B 级高手，天罗。普通人，天罗啊，天罗里唯一一位 B 级之下的普通人。放心吧，我教你剑法的事情不会让别人知道。再说，你一个几级资质的道元班学生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小鱼刚才没惹那位生气吧？你问问吕小鱼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后半句是什么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里面是那家合金，有空你测一下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资质。吸髓果实有多神奇，现在就能见分晓了。甲级？这什么情况？图谱上没有啊。我的这瓶跟我的星图有点像，哎，你的呢？我的也是。难道甲级之上还有更高的等级？小叔啊，什么等级啊？唉，都是几级。
该起床了。小鱼，小鱼，李叔，我突破第1层星云了，星图上面出现了一个黑洞。你也突破了？我刚才也……什么？你也是刚才突破的吗？我怎么会跟你一样？我刚才都突破第2层星云了。哎，这黑洞是干嘛的？能放出来吗？没办法，只能在体内。这是……我刚才突然能感觉到周围刚死掉的生物的能量，这是一只昨晚死掉的小蚂蚁。我心里想着把它招出来，黑洞就把它吸进去了，然后它在黑洞里面变成了这副模样。现在它能听我的指挥。哇，触感跟真的一样。哎，你看看自己能吸纳几只蚂蚁啊？有了！不行，只能吸纳1只，新的刚进去，老的就消散了。好鸡肋的技能啊！哎，对了，这黑洞的吸纳容量可能是以个数来计算的，你换个别的试试。啊，哎，这小麻雀你能控制多久啊？消耗星辰之力吗？没有时间限制呀，什么都不消耗。全程都不消耗吗？哦，它在黑洞里凝聚出来的时候需要消耗1点，小蚂蚁消耗少一些，小麻雀多一些。哦，原来消耗星辰之力的数量取决于凝聚目标生前的质量。如果是觉醒者呢？哎，我们去墓地，那里死人多，拉一个出来玩玩。哎，不行，那里面躺着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，生前又没有太大的罪过，人死如灯灭，你把人家拉出来算怎么回事啊？那怎么办？我想凝聚一个厉害点的。我有办法，走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这就是你说的解决办法，所以我是要聚一头猪当一个骑猪少女。我这不是想让你先适应适应吗？猪的力气其实很大的。哎，对了，建东路那边有家驴肉汤，他们每周1都会在门口宰一头驴，到时候你还可以换新的呀。你的意思是骑猪变成骑驴？驴叔，你还能再坑点吗？小鱼，赶紧把你的猪招出来呀！看起来好像挺厉害的嘛。绿硕，你干嘛？我得试试你这猪到底跟真猪有什么差别啊，这样才能知道实力。这样看来，这猪跟真的猪确实没什么差别。绿硕，你触感也一样。对了，如果是能量体的话，
带我去屠宰场炖了半个小时拘来的猪，就这么没了。哎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我给你做1周的番茄炒蛋。2周！哎。日前，我市南边鄂州发生的觉醒者银行抢劫案中的3位犯罪嫌疑人正在向我市方向逃窜，已导致17人重伤，3人死亡。我市公安机关广大市民外出请注意安全，夜间尽量不要单独出行。李叔，你也补补。放心吃吧你，锅里还有呢。那我还要添1碗米饭。你想到什么啦？怎么成天傻笑？我在想，咱们现在天天都能吃番茄炒蛋，我挺有成就感的呀。要是能把这小屋买下来，就更好了。坏了什么东西，也不怕房东让我们赔。你好好吃饭，我出去一下。我也能感受到，你得带我去，保证不拖累你。好。地气。哦，地气，那他岂不是觉醒了3次？哼，这货是受了多少打击？什么？哇！这里太危险了，你先回去等我。你给我早点回来！
晚饭的碗还没洗呢。哼。被围堵到这里面了吗？天罗地网准备得很充分。站住！不许动！如果我说我是出来散步的，你们大概不会信吧？格杀勿论。
我回来了。啊？干什么？看你受没受伤啊？一点伤也没有。真的什么事都没有？走走走，带你去个地方，试试看会不会有新的好东西可以抓。你早上带我去抓猪的时候，好像也是这么说的。用你的小麻雀向北1公里去探探路，飞得高一点啊！发现任何可疑人物，都跟我说一声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改天再来，或者干脆放弃，反正不能冒险。和别人战斗，也能有负面情绪值进账啊！好歹也算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打过什么样级别的对手了。不过当时要是面对那种绝杀，没有可疑人物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在这里等着，等我短信。过来吧。能感知到这附近刚死掉的人的能量吗？能。一个高大的男人，还有2个个子稍矮一些。高大的那个能收走吗？可以。已经搞定了。现在能把它具现出来吗？好像星辰之力不够，感觉1天时间应该就可以了。今晚总算有大收获。走，回家去。我们还不能回去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还没带我去小街天府吃夜宵呢。不是，这是咱们瞒着老爷子的借口啊！不，你答应我了。合着你这套路在这儿等我呢？多点真诚好吗？你想啊，咱们说出来吃夜宵，结果肚子瘪瘪的回去，人家能相信吗？好吧，就算是庆祝今晚大丰收，想吃什么就带你吃什么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咱们现在经济宽松了，我会经常带你吃好吃的。你爱吃吗？啊？我看你啊，早晚吃成个小胖妞。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，不然说不清楚。
今天拘来的这个，平时不要放出来，咱们身上的秘密不能被人知道，听见了吗？啊？猥琐发育，别浪，知道。我明白，你自从跑出来找我，吃了不少苦。要是还在福利院里的话，可能你还能生活的宽裕一点。李树，你是不是又想送我回福利院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说。我不管。起来了。是啊，放心吧，已经好起来了，以后会更好的。关于洛城忽然出现一名 C 级修行者的事件，这是现场发回的影像。这是个力量型的觉醒者，一名 D 级修行者用断送前途为代价换来的一剑也没能杀死他，而且当时他很有可能面临着又一次的觉醒。没想到，竟然在力量攀升阶段被这个不知名的修行者干脆利落地打败。此人看起来相当谨慎，如果墙壁不被意外撞破，可能都不会出手，而且出手之后，完全没有恋战的意思。哎，这个人就在洛城，咱们的战略核心所在，居然从来没被人发现过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弄清楚，
这个 C 级修行者到底是何身份，想要干什么？身上那层纱衣又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人不是李贤一一系的，而且力量很大，符合 C 级修行者的特征。喊各位来是想讨论一下，还有没有我们遗漏的传承，流失在民间。哎呀，咱们国家民间啊，一向藏龙卧虎，真有高人也不足为奇呀。C 级之上，整个天罗地网也不过7位天罗。民间有不知传承的 C 级修行者突然出现，这件事关系重大。下一个遗迹即将开启，现在看来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在洛城。这个地方不容有误，让我去吧，我保证，绝对不会耽误遗迹的事儿。既然李一笑你这么不想待在京都，那就去吧。不过不要觉得出了京都地界，就可以胡来。不要忘记你的身份。哎呀，知道。哎，那个李贤一实力到底怎么样？比你强。这我知道，老前辈嘛，比我强也正常。哎，还有啥要注意的没有？小心这个 C 级修行者。哎呀，就算他是 C 级巅峰，也打不过我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从语气、说话内容、声线来看，对方很有可能还只是个少年。这么年轻的 C 级，前途无量。哎，来，拿好啊！谢谢啊。哎，这臭豆腐格外受欢迎啊，每次一出摊就卖光，都有回头客了。钱虽然是赚到了，但负面情绪值没有赚到啊！哼，这系统给的臭豆腐太好吃也是一种罪过呀。老板，3份臭豆腐。一人最多买1份，前面的全买完了，后面的朋友不就吃不到了吗？老板做生意真讲究，怕我们吃不上你就多做点呗，50份哪能够啊？就是多做一些吧。多做点啥呀？哼，就你脑子转得快，一人1份，多了不卖。出摊10分钟就卖完了，照这个势头，我靠卖臭豆腐就能买房了。不过每天卖臭豆腐只有1000出头的负面情绪值，哎，以后恐怕连抽奖的成本都没了。还有臭豆腐没？没了。这是因为买不到臭豆腐而产生的怨念吗？小老板啊，还有臭豆腐吗？哦，来，你看啊，没了，卖完了。嘿嘿。成了，赶紧告诉李叔，李叔，开门呐！开门呐！李叔，有惊喜，开门！惊喜大半夜啊！怎么样？我说1天就能具现出来吧？小鱼，你这不叫惊喜，叫惊吓啊！居然真的把死者的能量体给具现出来了。
小鱼，你能控制他所有的能力吗？能啊，我灌注意识，他就能行动，就像指挥自己身体一样。这家伙力气好像挺大的，要不要我让他捶一拳给你看看？哎，别，这可是个D级的力量型觉醒者，一拳下去能把地板给砸穿了。知道，这不是咱家的房子，砸坏了要赔钱。是咱家的也不行啊。哎，小鱼，之前跟你说的记住了吗？没我在，绝对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展示你的能力。你就放心吧。还有，我好像从这家伙的记忆碎片中找到他们藏钱的地方啦。你还能看到他们的记忆？就是缺失的有点严重。最完整的是他死之前的这一段。李叔，你那一拳打得还挺帅的嘛。真的吗？假的。是不是该睡觉了？你听我说，我知道钱在哪儿。找到了，钱被埋在南郊的小山顶上，包裹不小，至少赚了好几万。等等，干嘛去？知道了在哪儿，当然是把钱挖出来呀。不行，那是他们抢的钱。如果我们找到了，也是要交给警察的。但是我们又不能暴露你的能力，那怎么跟警察说呢？李叔，我们不把钱给警察行不行？有了这笔钱，要是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就能把这儿买下来了，再也不回福利院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有我在，不用走歪门邪道，咱也能把房子买了。真的？咱家有钱在哪儿？在未来。明天也算是未来啊！快去睡吧，再熬夜熊猫眼了啊！我不管，我哪也不去，吃不饱也没关系，不穿羽绒服也没关系，我只要咱们这个家，再也不回福利院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在网上看的，那逃犯手指头一弹，整个王城大桥就都被火给烧了，吓死个人儿。要是进了道员班，以后也会被派去对付这些危险分子吧？太可怕了。是啊，要是我觉醒了，搞不好我爸妈会逼我退班。就是，那道员班有啥好的？还是保命要紧。毕竟我又不是孤儿，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。就是，道员班有啥好的？你看我就特别羡慕你们这些觉醒不了的人。你和其他同学好像总有距离。这样挺好啊，各自都少烦恼。特别是我讨厌的人，最好跟我阴阳两隔。哎，你呢？要是你讨厌的人，那车裂吧。哎，我说，你觉得那个死掉的逃犯会不会跟普通人不一样？比如留下点什么？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。最近有科学家说，觉醒者死后的地方能侦测到大量能量外溢，也有说这和最近大量反粒子的出现有关。反粒子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懂，就是最近产生的天地异变，包括超能力者的大量觉醒，我们称之为灵气复苏。但科学界的研究似乎与反物质的存在形式发生变化有关。
而且这种能量存留不仅发生于觉醒者死后，还有很多地方的动植物也发生了异变。哦，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？对，这种地方被民间称为福地。福地？这种能量的来源，目前科学上还没有确定的解释，但对修行者来说会非常有帮助。我们管这种能量叫做灵气，灵气充沛的地方就是福地。你看，这楼主说买韭菜的人出高价，连他的房子都买下了，8成就是因为这个。市里的福地你就别想了，差不多都被有钱人抢光了，剩下的多半都有些问题。就像刘李家的那块福地，灵气浓郁，但阴气太重，会导致身体受伤。那还有什么比较值钱的修行资源吗？值钱？灵石算吗？啊。昨天晚上我才得到消息，道元班的灵石已经运抵洛城，据说还会有一位天罗来亲自发放。灵石，天罗。啊？去派出所接天罗？一来就找事，真是个活祖宗。援军呢？天罗不是去找援军了吗？天罗他路上直接袭击了敌方大本营，现在各路高手都在围攻我们。我马上到。不好意思啊。各位同学请注意，新校长就任仪式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同学马上到操场集合。啊，老师，同学们，稍安勿躁啊，搞不好新校长是路上堵车了。班长，你怎么净往坏处想？也许是出车祸了。哎呦，这总算来了。哎，这校门咋还关上了？来错地儿了。您这是？哎呀，我李一笑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查到昨儿个逃犯藏匿赃款的地方，就连夜过去挖了。这没想到，群众举报，警察也来了。不提了，不提了。现在已经没事了啊。那个，我没迟到吧？没迟到就好。记得跟上头强调一下这个，接风招待就不必了啊。我跟我要罩的这帮兄弟，打个招呼就行了。立即，天罗，这些学生怎么不去上课呀？都站在这儿干嘛？今天是新校长就任仪式，他们都等着您上去抢话呀。哎呀，这不是打个招呼就完事儿了吗？这怎么还弄上百家讲坛了？你这，哎呀，完了！啊！我把自己的钱和赃款放在一起，都交给警察了。啊！这可是我攒了好久的私房钱。不行，我得找他们要回来去。李校长，走不得呀！哎，哥们儿，你帮我个忙啊！你替我演讲，我回去拿钱，明天我请你吃饭，行不行？这，李校长，还是台上请吧，学生们都等着呢。哎呀，这我的钱怎么办呀？要不，找人再抢一次。算了，说不清楚就成功了啊！先干正事要紧啊！同学们，大家好好学习，就这样，散会吧。这新校长倒是有些意思。我有种预感，咱俩很快还能再看见他。这是昨晚的录像，3个逃犯，1个地级，2个乙级，现在均已击毙。你们觉得自己要是与他们交手，能活下来吗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一笑，
以后各位都会进入天罗地网，担当起各自的责任。而我现在算是你们的直属上级，代号天罗 B 级。我怎么觉得他蹲到现在就是为了说这段话？面对战斗是肯定的，天罗地网给你们发的功法和灵石也不是白给。再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啊，昨晚发现了一名疑似 C 级修行者的可疑人物，可以完爆 D 级力量觉醒者。此人能御剑，还有能量杀衣宝。你们要是看到，一定记住，立刻通报我和西飞。好了，接下来说点好消息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每个月会给大家按时发放修行资源，也就是灵石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啊。那你来说一下啊。各位同学，现在开始发放灵石，按资质情况，丙级资质1颗，乙级2颗，甲级10颗。自主觉醒者，每月可领取2颗。现在正式开始，叫到名字的同学上讲台。你来一下，有事和你说。这灵石市面上有人卖吗？一颗能卖多少钱啊？你为什么要卖？那可是你的修行前途。哎呀，我先问问价格嘛。修行都要讲究心无旁骛，但如果我每天还得为生计操心，修行的效率恐怕也会大打折扣的。灵石由天罗地网管控，每一颗上面都有编号，禁止交易。不过黑市倒是有标价，10万一颗，有价无市。多少？10万？你要不要？要的话我卖给你。这数字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帮你问问吧。不够，不能按照一颗10万的价格。这样吧，一颗底价12万。我有个同学想要卖2颗灵石，24万。卡号。啊？钱还没给你呢，你就不怕我把你2颗灵石贪了吗？咱俩谁跟谁呀？我信你。卡号我给你发过去。我跟他们说一声，现在就给你打款。行，那我先撤了。总觉得你一直挺拼的。拜拜。要是小鱼知道我一口气赚了20多万，指不定得乐成什么样。这根号2怎么能是有理数呢？只不过2戴了个帽子而已，怎么就没理了？好，老的小的都别气了啊！小鱼，婶儿蒸的红薯给你吃。红心的还是白心的？红心的，就知道你爱吃。谁？一笑，倒了。哎呀，冒昧拜访，您不会介意吧？一个堂堂天罗，来我这破茅草房子有何贵干呀？您上次吃的药材还是我给您找来的呢。放屁！小鱼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后半句是什么？有朋自远方来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然后编数时驱之别院。子曰：无亦乐乎？编数时驱之别院，我都说让你别吓我。李一笑，什么情况？没什么事儿，
就送客了。哎，别，老爷子，昨晚啊，我们天罗地网在北邙山上发现了2具会动、会跑、会跳、会感染的骷髅，相当于1级力量觉醒者初阶。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您老就没啥想法？放心，基金会不会插手国内任何遗迹。我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你也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嗨，我就这么一问，您别多想啊。放心，我们天罗地网承诺过要给您药材，就一定信守承诺。这是对您曾经为世界所做贡献的敬意。还有事吗？啊，对了，您知道咱洛城突然蹦出来一个 C 级修行者的事吗？此人能御剑。怎么？你觉得是我这一系的人？没有，就是跟您说一声，这位修行者估计不是剑修。您这儿出来的人，怎么着也得带着点剑芒、剑罡什么的吧？得，有人来了，我先撤了。老爷子您保重啊！您保重。估计是小树回来了。小鱼，你拿点红薯回家等他吧。刚日那天，汉上出天下，自然会有新人来见。小鱼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那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我先问，天罗地网是什么？不避讳小鱼好吗？无妨，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避讳的？倒是那个能御剑的 C 级。如果那李一笑所言不虚，一技开启，枯骨回生，洛城要有大事发生。李叔，你说有事要告诉我，是什么事啊？还记得我说的吗？咱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，以后还会变得更好。拿着，刚给你买的。手机卡已经装了，通讯录第1个就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以后有什么事都要及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微信也给你绑了银行卡，应急的时候可以用。房东我已经联系过了，明天就请假去签合同，办过户。小鱼，这个家属于咱们了。你是说这房子是我们的了？那小院子也是我们的了？那这地板、这墙、这瓦都是我们的了？还有这家具，这些小碗、小盘子、小虫子、小蚂蚁都是我们的啦？都是我们的，连灰尘都是我们的，再也不会被拿走了。再也不会被拿走了。李叔，咱们有家哎，不过沙发、桌子啥的还得小心点用啊，弄坏了可是咱自己的钱。李叔，那你是不是不用再去摆摊了？那不行，稳定收入不能放，要细水长流。开玩笑，负面情绪可是刚需啊。照这样下去，升了 C 级，就能带着小鱼出去闯荡了。哎，老板，臭豆腐怎么卖？不卖，这是样品。我读书少，你别蒙我啊！啥时候卖臭豆腐都需要样品？怎么又是这个不正经的胖子？
啊，开个玩笑，卖呀，怎么能不卖呢？5块钱1份。都说你家臭豆腐好吃，果然连气味都正宗的很。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的就这玩意儿，哎，好吃我天天来啊！天天来，天天买走我的样品啊！眼熟啊，咱俩在哪儿见过？哦，我是道元班的学生。哦，原来是熟人。那正好，这臭豆腐送我得了啊！以后啊，你在学校有事儿，我罩着你。什么鬼天罗，学生的便宜都占。这人怎么回事？欺负一个孤儿，我们可不答应啊！小树他是个孤儿，一边上学一边摆摊赚学费，还得拉扯个小妹妹，日子苦，但是懂事的很。你说你个大人，怎么好意思想吃饭？小兄弟，对不住，我身上就这100块钱，你拿着，算是给你赔个不是啊。以后在学校有什么事，还是可以跟我说，我李一笑罩着你啊。臭豆腐5块钱，多余的我不要。小兄弟，穷的有骨气，我李一笑交你这个朋友。哎，小树，你认识这个人啊？这是我们新校长。这么着急，不会是一季开启了吧？啊！哎呦！看看群里信息，机电车子转向学校出发，不准缺席。啊，那个，我们到底要去干什么呀？还行吧，咱们这车要开到哪儿去啊？听说遗迹就要开启了，我们要负责外围安保工作。外围？我们不进遗迹里面吗？不进去。像我这种刚到1级的，进去都恐怕自身难保，别说你们这些 F 级的了。话说，遗迹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据说可能是外星文明遗留在地球上的，有点类似异空间的东西，也是从这阵子天地异变之后突然出现的。听说全世界不管哪里出现遗迹，都会引来无数高手抢夺里面的东西，药材、法器，最重要的是一个称为阵眼的东西。一旦有人得到阵眼，整个遗迹就会消失。这是所有遗迹里最宝贵的东西。阵眼，这么玄乎啊！之前国内只开启过1个遗迹，不过因为是在草原上，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动静。境外的 B 级高手也都被阻拦在国境线以外，仅有一些 C 级和 D 级渗透进来，添了许多麻烦。不过最终还是被我们国家拿到了阵眼。据说是一柄刀，在某位天罗手里。难道是因为 B 级高手目标太大，天罗地网会对他们重点盯梢，所以那些 C 级和 D 级的才更容易混进来？那他们巨大的利益，值得许多人铤而走险，甚至付出生命。怎么这么神秘？会不会也给我们发一些好东西啊？对啊，该不会要给我们传授新功法吧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哎呀，真羡慕你们这么天真的样子，我就不行，我只能靠和班长掰手腕才能增加实力。
记住，今晚行动全程保密。与其说是让你们来协同，不如说是为了让你们参与进来，增加精力。如果有泄露计划或者事后泄密的人，等待你们的不是开除，而是军事法庭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好香啊！今晚你们先吃饭，饭后立刻到各自的帐篷安顿下来，抓紧时间修炼。老师，我们不饿，让他们先吃吧。如果你们心疼他们，就赶紧吃，别废话。吃完了他们才能吃。来，小伙子，多吃点，长个子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绿叔今天有口福了，这里的伙食估计要比他家好很多。咋这么急呀？真是的。哎，搞什么？这么没礼貌的吗？哼！什么鬼？咋连个凳子都没有啊？怎么着？这是还想给自己要个特殊优待？坐这儿吧。哼，早干嘛去了？起来。关你屁事啊！啊！太猛了吧！果然这种时候还是8分管用。对呀。怎么了？谁干的？啊？你们几个，把他扶回帐篷。啊？打得好啊！我这人心眼不大，有仇基本当场就报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饭量也太小了吧？吃不完鸡块给我俩，我没吃饱。都给你了，赶紧吃吧，吃完抓紧时间修炼。修炼？干嘛要跑这么大老远来修炼？遗迹所在之处的灵气浓郁程度远超其他任何地方，所以遗迹向来是个修行的好地方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全世界的高手都需要遗迹。现在在外围灵气就已经很浓郁了，进去以后更夸张。唉，不过咱们是进不去的。哎呦喂，这我可怎么修炼啊？哪有人一边修炼一边唱小星星的呀？又给这破系统坑了。那是北邙山。对了，我也不一定要唱小星星啊。班长，你不去修行，来找我干什么？
来找你聊天呀。你不休息，我还要休息呢。没事，你修行你的，我聊我的。内一阳气，安静虚无，原本一明，内照行区，闭塞气对，注固灵柱。哎，三光落尘。在福利院的时候，文阳自助。容易有一次吃西瓜的习惯，老师就给我们说，瓜子不能吃哦，吃了瓜子头上会长出西瓜哦。我当时就不信了，这一定就是骗小孩的，我能饶得了他？我就是吃了几个西瓜，你猜怎么着？果然是临摹可耻。你小时候吃过西瓜子没？你小时候吃过西瓜子没？你小时候吃过西瓜子没？一这，一晚上就攒了9颗，收获可以啊。不知道小鱼睡醒了没有？哎，怎么没信号啊？不会被人为屏蔽了吧？林叔，早饭做好了吗？谢谢。吃吧，昨天我看你没吃饱。师傅，我也要2份鸡肉，我昨天晚上也没吃饱。咋这么能吃呢？走。哎，排长去开会了，多余的马扎。来，一起做。你做吧，这么小的马扎坐不下我们2个人。哦，谢谢啊，不过不用了。随你吧，多吃点。你怎么不做呀？对了，你昨天自己不修炼，骚扰琉璃1晚上，真是要跟他伤敌1千，自损800啊！没事儿，我不是还可以觉醒的吗？过2天找班长再掰个手腕就好了。班长，你千万别再跟吕叔掰手腕了。再觉醒，大家是真打不过了。对啊，就是。哎，我小学那年捉过一只蚂蚁，个头跟我大拇指一边大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初中那年城里发大水，走着走着差点踩进河里，你说惊险不惊险？高中啊，哎，我高中，哎，班长，我说咱俩来掰手腕吧，咱来掰手腕好不好？掰手腕吧，掰手腕吧，掰手腕。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。哇，我看天上，哇，天上什么都没有。哇，没想到地原来是这么硬啊！哇塞，一击！怎么还没开？怎么还没开？怎么还没开呢？怎么还没开呢？你说怎么还没开？
吕叔，你先打饭吧。对，你先打饭吧。哦，对，吕叔，你先来吧。来，江树一，你排我前面来，你先打。吕叔在哪儿？终于成了。哼，他找你啊？琉璃，你突破了。吕叔，你个几级？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招摇！哼！哦，怎么了，班长？要跟我掰手腕吗？掰手腕，你说，觉醒一次，不掰手腕，咱俩打一架。怎么回事？同学之间要和睦，以后说不定还要成为同事、战友，打什么架？就掰个手腕解决问题吧。掰完以后，你们两个握手言和。掰手腕就掰手腕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准备。开始。是吧？这就完事了，这就赢了。哇哦，我又觉醒了耶！好耶！班长，怎么又让他觉醒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吕叔，来，咱俩掰个手腕。啊，和我吗？哦耶！我赢了！不错，好小子，有前途。哎，不，还要多亏了琉璃班长，真是我的福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难道真的跟琉璃掰手腕就能觉醒？也不一定是他呀，可能就是当力量增长遇到瓶颈之后，特别努力的想要使劲儿，就觉醒了。我不是不想输给琉璃吗？这么厉害？哎，这些雾气到底是什么？遗迹。也就是说，像空间隧道那样？对，只有等人拿到阵眼，遗迹才会消散，不然所有人都要被困在里面。所有人向山下撤退，快放弃物资！快撤退！快向山下撤退！绿树，江树一，这些景色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啊！哇！
你也太拼了吧！哼，我明白了。这遗迹到底有多大呀？怎么一个人都不见了？嗯？哦！只要你跑得够快，寂寞就追不上。快跑啊！既然这里的骷髅都没有了，不然我们就在这里待着吧，说不定遗迹马上就要消失了呢。这里也不一定安全，如果我要走的话，你们怎么办？别走啊！你留下来保护我们吧。骷髅是从地里钻出来的，走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旁边的土包，赶快跑，跑出一定距离，他们就不动了。可是，如果正面遇上，就打碎他们的脑袋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死。要不你还是留下来。这把斧子是从骷髅手里夺下来的，很锋利，你们可以让实力最强的拿着。如果我们刚才下去帮忙，他会不会就留下来帮我们了？这柄斧子归谁啊？天快黑了，晚上肯定还会有危险，得找个地方过夜才行。居高临下，视野开阔，能打能跑，就你了。真是望山跑死马，也忒远了点吧？
这又是什么神器？这是信号弹？难道是外地的道元班学生？可没听说给普通学生配信号枪啊！而且这做工和材料太诡异了。哎，这人咋还用数字起名字呢？难道他就是江树一说的外国间谍？你们从小接受组织的训练，潜伏生活在别人的国土上，不管是毅力和忍耐力，都远在同龄人之上。这是3D 打印的一次性信号枪，可以瞒过天罗地网的安检。进入遗迹后，如果失散，就找一个安全的位置发射信号弹，附近的人看到就立即前往发射位置，尽量集合行动。幸亏收入记录还有真名识破的功能，这货绝对不是自己人。就这么刷到晚上，兴许能破万。你也是道元班的学生吧？哪个城市的？我叫常恒月。哦，我南阳城道元班的，叫刘礼。我就是南阳城的。我记错了，我是驻马城的。刚才你发的信号弹是你们学校发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是遗迹城里有什么重磅发现了。刘礼同学你好，对，信号枪是学校发的，你们没发吗？这是你从遗迹里捡到的吗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不能。没事，刘礼同学，很开心能见到你。不过我现在得去找我们同城的同学了。身为班长，我必须负起我的职责。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吧，不用跟我一起冒险。哇，好巧哦，我也是班长呢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那你不该先找你的同学吗？没事，我先帮你找，你再帮我找。哇，大户啊，快赶上刘礼了！知道你是间谍，还能放你走吗？哼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速度慢一点吧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刘礼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快，把你的铁剑扔给我，我在前面帮你开路。哎呀！好吓人呐！好吓人啊！哎呀，快跑啊！
哇，还在跑，可以呀，老铁。竟然没被我甩下，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道员班学生。啊！没想到咱俩都跑出来了呀！你跑得还真快。没想到关键时候我还能跑这么快。哎，咱们。你不睡觉吗？不困。啊，那我修行恢复一下，你帮我把把风，啊。啊！我好了。我真好了，我没逗你。逃命的时候还不觉得，闲下来才发现真饿呀。啊，我去拉屎。你干嘛呢？你竟然带着吃的，什么味道？屎？不对，你吃的臭豆腐。对啊，臭豆腐。怎么可能？臭豆腐怎么装着的？不可能啊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人，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饿，所以他吃了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生活原本是一部苦情剧，演着演着成了励志喜剧，结果现在又成了恐怖片。世界真是残酷啊！死亡到底是什么？人死如灯灭，死亡之后大概什么都没有。杀人非我所愿，但若这修行之路注定如此，我也要走下去。
要是小鱼在这儿就好了。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强的？我跟你们讲，我可不是怕你们。等我吃完果子，我会还回来的。好东西啊！不仅解饿解渴，连身体的疲惫也消失了。难怪松鼠们要拿石头锤我，我好像抢小孩子糖葫芦的坏人啊！跑了这么久都没看到头，这个遗迹有多大呀？不会真是一块大陆吧？不对，好东西肯定在遗迹中心啊！我往边上跑什么呀？不行，我得再跑回去。连狼也开了灵智啊！这最起码得有100-200头吧。等我回来，非给你们果树全薅秃了。没用啊！我要活着回去，我要回去见吕小鱼。这样跑也很舒服啊，为什么感觉越跑越精神了？难道说这就跟练剑一样，不知不觉中锻炼了精气神吗？他怎么过来的？突然是啊，不知道。这斧子有点眼熟啊，这不是那个高手吗？啊，真的是他！哦，原来是之前那帮人啊。是不是带救兵来了？
我们能和天罗地网会合了吗？高手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吗？对，我一个人来的，我怕半个人过来吓着你。山坡后面埋着数不清的骷髅啊，他一个人趟过来的，他是有多强啊？他真的是道元班学生吗？你们看，他身上半点伤痕都没有。高手，你是甲级资质吗？他叫吕硕，是几级资质？不过是1级的力量型觉醒者。你们怎么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？还不是因为你留下的斧子，他们为了抢斧子打起来了，结果又引出来了一片骷髅，把我们追杀到了这儿。你们多久没吃东西了？3天了，好在有人进入遗迹的时候还拿着一个保温杯，不然我们都得渴死在这儿。现在谁也没有了。高手，你既然更有能力，你能不能留下来在这里保护我们？同为道元班的同学，你很幽默呀。我在这休息一晚就走。这果子是我在刚才来的那个方向摘的，如果你们走得够快，应该能够在2天左右的时间到达那里。好，不过一定要小心狼群，见到树林以后就不要再往前走了。好吃吗？啊，挺好吃的，口感有点像是梨，不过比梨要更细腻一些，甜甜的啊，果汁特别多，就像是喝了一瓶饮料的感觉，还能恢复体力。太棒了，非常好啊。不知道这遗迹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果子，再摘点带回去给吕小鱼吃吧。他真的是几级资质的吊车尾啊！我们好歹有8个人，去掉那个女的也有7个。我觉得你应该把食物分给我们一点。小伙子挺会拽词儿啊，还应该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人啊，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饿，所以他吃了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后边是什么来着？鱼香肉丝、宫保鸡丁、毛血旺、水煮鱼，包子少来醋。那好家伙，一波就是5000多呀！你是要金斧子还是银斧子呀？我要我的铁斧子。不，这是我的铁斧子。进来遗迹时间这么久了，还没有人找到阵眼吗？要不我去找吧，回去跟吕小鱼吹牛。这人真自私。2只黄鹂鸣翠柳，2个蛋挞有没有？1行白鹭上青天，我和小鱼吃海鲜。也不知道小鱼在家怎么样了。这长矛一看就是好东西，怎么可能还给你？这让我也开了灵智。松手！
这下赚了。下方还有一队骷髅骑兵，大概9名。又来了，这帮难缠的玩意儿，子弹对他们根本没用。能找到他们的队长吗？只要把队长干掉，他们就会队形大乱，到时候各个击破就行。我看看啊。等等，有一个不一样的，只拿着佩刀，没有长矛。应该就是他。狙击手，转移向制高点锁定他，2名天罗地网人员保护。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这个小队长怎么这么明显，连长矛都没有？这道送分题是不是给的太容易了？难道是弄丢了？别逗了，骷髅还能把自己武器弄丢？话说咱们天罗呢？要是天罗在，能把这些骷髅撵着玩。遗迹里混进来几个 C 级间谍，李天罗去打他们了。遇到天罗，千万不可打扰跟随，这是纪律。狙击手就位。成了。走吧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！等等，不对！快跑，跟我走，立刻撤离，快！快，走！快跑！快走！快走！明明干掉了队长啊，这帮骷髅兵怎么没有阵型大乱？只有一个可能，我们打错了。哎，那为啥就他的武器和其他骷髅不一样啊？可能他的长矛真的弄丢了。唉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狙击手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制高点了。现在骷髅没有对头顶上的冷箭很警惕。你们快看，那边藏着人！是道元班的学生。对方数量太多，这个学生凶多吉少。狙击手待命，我带几个人去救人。等一下。嘿嘿。怪不得刚才的骷髅没有长矛。这高手是谁啊？有人认识他吗？应该不是道元班的学生。要夺走长矛，至少得地级以上的实力。现在豫州的学生不可能做到。要是觉醒了力量系呢？那倒有点可能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那个跟琉璃掰手腕觉醒力量系的吕树。
啥情况？完了，小鱼八成是发现了我私藏的薯片儿。唉。 找到了！藏好。不会又只差吕树了吧？他藏哪儿了？吕树，我知道你躲在这儿，快出来吧！吕树，快出来吧！游戏早就结束了，出来吧！吕树，走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没找到我之前可不算结束。哎呀，找到你了！吕树，你离不开我的，因为不管你躲到哪里，我都肯定会找到你。这枪怕是出了一计要上缴，要是奖励灵石或功法就没意思了，不如卖给别人，让他们去拿功劳换功法。不过他们身上应该没带多少现金，趁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没 ATM 机。是我小看你们喽，都学会包抄了。大喽，赚大喽！臭绿树！咦，哦，那个吕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一点踪迹都没有。怕是已经进入遗迹核心区了。不会，他的速度不可能这么快。前方侦察的人回来了吗？还没。
他们还在那边找有没有什么幸存者，一旦发现吕树，也会通知这边。下午准备突围，不然我们的食物可能会不够。要是能把那个吕树收进咱们的队伍就好了。我们的力量和速度都比不上骷髅兵，爆裂符也炸不散他们。如果有力量系在，胜算会大很多。这是谁杀的？没有血迹，没有衣物残片，说明战斗的人没有受伤，这是完全的胜利。怎么做到的？难道是吕树？你们看，这些骷髅武器都没了，我感觉这就是他的风格。一定是。对啊，感觉就是他的做派啊。辛苦了，前方什么情况？有9名骷髅骑兵守护在进入前方核心区的入口，现在正在折返，似乎在追杀什么人。这样，我带3个天罗地网的人去前方山头等待时机，你们剩下的人带着学生在这里观察。一旦骑兵队经过前方山头，我给你们信号，所有人迅速下到崖底，分2个战场夹击，破坏对方的默契。只要突破这一关，咱们就能顺利进入核心区。胜利在望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是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多给一杆行不行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武器多到扛不动。这么短时间就攒够了1颗星辰的量，果然还是遗迹效率高啊！道元班这些孩子遇事容易慌乱，没法担当战力。骷髅骑兵的队长必须先由我们这边锁定干掉，不然他们会很危险。都是些温室里的花朵，要是都能像那个吕树一样就好了。回去得报告一下，道元班需要有真正的训练和磨练。安静，来了。好，应该没发现我们。全体就位。我都杀完了。吕树，对啊，那不是吕树吗？什么情况呀？
他为什么在这儿？骷髅骑兵队的，让他杀了。见了，不听会。你啊，都是我的。你是吕树同学吗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那边有2个洛城道元班的同学，他们认出你来了。你不用紧张，放心，我们是正规的天罗地网战斗人员，不会抢你长矛的。还有佩刀。不光是长矛佩刀，就连盔甲我们也不抢。吕树同学，你是一个人行动吗？对啊，一个人。你们都在哪儿藏着呢？怎么不清理这些骑兵啊？吕树同学，你收集这么多武器做什么？你一个人也用不了。呵呵，此言差矣。这不还这么多人呢吗？来，我这长矛佩刀盔甲应有尽有，物美价廉。你们要不要买2把回去试试呀？我跟你们讲，绝对的防身利器，极品中的极品呐！呀，极品中的极品，见者有份啊！不过得先排队。看好了，各位同胞兄弟，我这确实用不了那么多，1刀1个骷髅，999的神兵利器大甩卖，先到先得，先到先得。这佩刀啊，咋卖啊？咋卖呢？这里也没人带现金是吧？哎，你脖子上挂的那个玉坠多少钱买的？13000多，怎么了？玉坠换武器。哎，那算了。免税店买的机械表，买的时候8600，国内卖12000，换把刀。成。哇！哎呀，我这条金链子27克，金价比较保值，换把刀。我这儿也有一块表，2000多块钱，能换把刀吗？换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嘿嘿，还有人要买吗？哎，这最后几把了啊！越往前走，这遗迹可就越危险。手上有把武器在，安全感倍增啊！啊！我这儿有1400的现金，你们谁借我点，出去还给你们。哦，我想换把刀。嘿。哎，这你和人家不一样，人家辛辛苦苦战斗，你们躲在后面安安全全的，不用冒生命危险。你的2100只能换这个。哎，你别看这斧子造型不好看，这也是我从骷髅手里抢过来的，锋利狠。哼，要吗？要了。总算把这斧子处理出去了。非要当我面这么说吗？你这样拿着太不方便了，我帮你拿点吧。
不用，我能拿动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左手一只鸡，嘿，右手一只鸭，哟，身上背一对好娃娃呀，咿呀咿儿喂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怎么像人工修出来的一样？好冷啊！我越来越冷了。继续前进。我们到底走了多久啊？感觉有10几公里了。前面不会有什么更危险的事情吧？我真想回家。我们越来越接近遗迹的核心部分了吧？对，其实一开始大部分人都在遗迹外围，我们一路也救了很多人。那伤亡的人多吗？学生还好，牺牲最多的还是天罗地网的兄弟们。你觉得你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这些学生，值得吗？当你考虑值不值得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输了。遗迹的核心到底有什么？喝点水吧。啊，你们溜着喝。嗯。给，每8个人分1个，应该足够补充能量了。大家分着吃吧。啊，谢谢。这是，我感觉我一点都不累了，也不饿也不渴了。这是什么果子？太神奇了！我也是，吃完感觉好多了。对，别说，谢谢。啊，我们的呢？对啊，我们怎么没有？你们为什么没有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？F 级的就不说了，你们这里还有E 级的啊，一个个的躲在别人的保护之下，还想要吃的，要啥自行车啊？这表，我3万1买的，给我3个果子。哎呀，行吧，这次可赚了不少。回去给小鱼换点什么好吃的呢？哎，对了，还可以带小鱼去旅游啊！小鱼还没出过洛城呢。这人也太小气了，还是你慷慨。就是，都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了，死要钱的命，守着钱过吧。嗨，一看就是没穷过。在那。全体警戒！
小鱼巨献出的能量体很像。挡了这么多人，现在可不能出来。来了！这什么情况？难道尸狗是能量体的克星？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那我以后遇到这种能量体都能横着走了。这就是遗迹核心吗？还好。你们也遇到骷髅骑兵了吗？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我们一开始很慌，天罗地网的人也死了2个，后来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是洛城唯一一个甲级资质的学生，而且应该还觉醒了。最后，他还把武器都留给了我们，说自己1矛1刀足矣。就是那边站在边上那个，名字好像叫曹青瓷。啊！哇，女神啊！是她？那里面到底有什么？嚯，这么多武器啊！这又是哪位高手啊？卖武器，卖武器喽！物美价廉啊！卖武器喽！那个单挑一队骑兵的高手在哪儿？让我们见识见识。同学，遗迹特产骷髅骑兵专属佩刀，有需要吗？这就是你们说的高手？哎，对了，大家的功法基本上都停留在悬杆篇吧？听说上交一柄武器功劳不算小，哎，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换到后面的功法呀？武器可以换功法？我要换！我有和田玉6000，我的手表你看12000呢，钻石项链。哎，长矛最后七杆，最后几杆了，佩刀最后2把，最后2把，我们不卖，自用。有需要的都来看一看啊！抓紧了，抓紧了！吕叔，天罗地网老师喊你开会。啊？大家好。啊！这就是我们班的吕树同学。你好，我姓钟，钟玉堂 ，C 级。这次遗迹，我暂代李天罗行使指挥一职。听闻你和曹青瓷同学在遗迹中的优越表现，希望你们能听从指挥。还有，你不是擅长投掷长矛吗？剩下的就别卖了吧。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嘿嘿。
哇！心血养心剑，这是 C 级修行者才能养出的本命飞剑。只能养1柄吗？养多了会供血不足吧？尸狗好像不用怎么养啊。收。下面其实只有100米高，只不过里面另有洞天。此处遗迹非同寻常，遗迹内的力量远超其他地方，怕是会有什么变数。再等等吧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。这些是1、2、3，好啊，一共9只臭虫。完全不知道是谁啊！唉，也没看到江树一和刘礼的记录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这是你比我狠。哎呦，嘿，小兄弟，你这身造型相当浮夸呀！啊，你能比我好到哪儿去啊？李天罗，您消失这么久，就是拔树去了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怕你们饿着吗？人家很久了，我跟你说，别拿果子砸我了。咋的，小兄弟，你也抢他果子啦？哎，来，把这些果子给大家分了。李天罗，这几天您跑哪儿去了？还有2个 C 级同事呢。他们2个牺牲了。这次对方几乎出动了所有 C 级高手，不过我们已经将敌人全部干掉了。那李叔，李叔，哎，李叔，李叔，你没事就好。没事，你在外面遇到危险没有？我一个人杀了4个骷髅骑兵，厉害吗？哎，你这是怎么样？阔气不？还是你厉害？啊，送你了，长矛加佩刀，带全了才阔气。那小子武器挺多，想办法拿点儿。绿树同学，啊，你的长矛给我一杆，我给你打借条，5万元，出去之后还钱。概不赊欠。难道你还担心我一个地级修行者会赖账吗？间谍，我就是怕你赖账。哼，地级修行者应该不会赖账吧？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。李天罗，刚才我们探测了坑洞底下的情况，下面大概深100米。知道了。现在天快黑了，大家先休息。明天一早呢，咱们就进去抢阵眼。我对下面的情况十拿9稳，大家以后就跟着我李一笑，
保准你们建功立业，为国争光。李天罗，我觉得还是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比较好。我看你是想刁难我李一笑啊？嘿嘿嘿嘿，这是日常想我。哼，这是灯泡坏了又想起我了吧？完了，这肯定是在埋怨我怎么还不回去。啊！不会吧？有这么大怨念吗？哎呀！哎，你是不是想下去独吞阵眼？哎，咱打个商量，拿到阵眼，咱俩3七开，你3我7。好，3七开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先松开我！哎呀，咱俩怕是人手不够，你要不叫上你的朋友？哦，我这就去叫他。嘿！哎呀！不好，这里有古怪，有人消失了。不管了，先行动。哎，你怎么站在那里呀？你怎么站在那里呀？怎么站在那里呀？站在那里呀？你是不是想偷摸下坑洞，独吞阵眼啊？独吞阵眼啊？独吞阵眼啊？这是个间谍。哼！我说今晚休息，明天一早就拿下遗迹，目的就是逼这些间谍在我行动之前铤而走险去取阵眼。结果还真有人按捺不住。没关系，让他们去探探路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不应该留个活口审问一下的吗？赶快集合人手，所有道元班学生除了可堪一战的全部留下，天罗地网内部没有法器的也全部留下，没有法器怕不太好对付鬼魂，你就留在上面保护道元班学生，他们不能再出事情了。然后再排查一下，看看天罗地网里
少了谁？好，我留下。只是李天罗，下次你再有什么计划的时候，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？来。各位，此去万分凶险，一定要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为前提，再去考虑阵眼的事情。日后整个豫州的稳定，还要靠诸位的齐心协力。李天罗的实力远远高于大家，有时候他能去的地方，你们未必可以。所以各位在行动中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遇事多动动脑子。好。哎呀，手表这么多啊，戴着累吗？啊？不累。那金链子呢？啊，我帮你戴一条。呵呵。哎，想不想跟我做大买卖？什么买卖？灵气大潮席卷之下，将会有无数遗迹开启。你想想，你这次遗迹就赚了这么多，以后那么多遗迹呢？可你一个道元班学生，凭什么进遗迹啊？对不对？但我就不一样了，只要有我李一笑在，豫州就没有你进不去的遗迹。搞半天，你是眼红我在遗迹里赚钱啊？行不行？你倒吱一声。怎么分？哎呀，你看，9-1分，我9，你1。李天罗啊，古人都说叫你这个名字的人都大方，怎么就你这么抠门呢？你对得起古人对你这个名字的赞誉？古人啥时候赞誉过我名字呀？我为什么要大方？你没听说过一个成语吗？贻笑大方。贻笑大方是李逍遥大方？古人是这个意思吗？我读书少，你别唬我啊！你有没有考虑过，我这1级实力跟着你进遗迹是冒着生命危险的？难道我一个普通人的生命，在你李天罗眼里就那么不值钱呀？那你说怎么分？毕竟您是天罗，而且以后在遗迹里肯定要多仰仗您的能力去探索遗迹呀。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不喜欢占别人便宜，也不能让天罗您吃亏。嘿嘿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啊，5-5分。我，这就不让我吃亏？没有我，你可进不去遗迹。哼！这次赚的钱也够我花了呀，还去冒险干什么？万一又有间谍什么的顺手把我杀了咋办？那这是5分，就5分吧。耶！不过你可不能掉链子，要是以后你不给力，我可就不跟你合作了。而且你不能私藏东西。放心，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。咱俩都已经算是合作关系了。你看，你不该送一条金链子？不送啊。
都准备好了。天罗呢？大家跟着我李一笑好好干，功劳、修行资源都不会亏待大家。我这个人很大方，有古语为证，一笑，这是啥来着？一笑什么来着？贻笑大方。啊，对，贻笑大方，这古人都说我李一笑很大方。僵了，一定是玩邪术把自己给玩的全军覆没。好了，既然死了，就不管他们了。这么诡异，绝对不是把自己玩死了那么简单，好吧？大家小心谨慎，可能有机关，不要。不要怕，他们杀伤力不大，不会冲击人的精神，只是数量多罢了。吓跑了？我这么无敌吗？大家都挨打就不招呼我，凭什么？什么？不高兴，我也很绝望了。怎么回事？被尸狗吸收了？干掉你们还有意外收获！
比我这个地级还猛！力量型觉醒者这么无敌的吗？怎么了？那不是被其他间谍围坐的那个间谍吗？果然，刚才那个邪门一试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那间谍是吸收了其他人能量，进入这个状态的吗？这才是 B 级天罗的真正实力吧？看来这招算是他保留的杀手锏。怎么回事？他是外面被围坐在中间的间谍，叫做赵海平。本来只有D级实力，但现在整个人化成了跟能量体一样的虚影，实力我判断为 C 级巅峰。我们之前调查神级组织时，发现他们在研究人死亡后短暂留存的反粒子能量，这很可能是吸取其他人死后能量来提升自己实力的邪术。那现在还能找到什么办法把这个间谍给揪出来吗？没办法。好像吕小鱼的能力啊。不过我们最多吸收已死之人的能量，这些家伙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杀。啊！提醒我左侧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我这次真的是猛干，要不你再指个位置？所以他真的不能感知到那个间谍的位置了？感知不到才是正常的吧？闪戳破府邸，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吧。想让老子留下来，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！你们别跟他正面接触，全交给我。他手中长矛应该就是阵眼了，等我夺下长矛，这一击自然消失。小心，万一他……他没我强。
游刃有余，挥洒自如，厉害呀！不是，这样了都不打我呀？我带着尸狗等于开了无敌一样吗？两个 B 级高手打架，阵眼我是摸不着了。不过这么大个府邸，里面总得有点值钱东西吧？这里面人都出来了，我进去转转，找点好东西应该没问题吧？哦，什么也没有啊！尸狗怎么这么激动？哎，该不会是那个赵海平怀恨在心，想要找我报仇吧？切，这也太小心眼了吧！我都说了是误打误撞的了吗？吕叔，你是不是在外面玩疯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简直了，跟吕小鱼当面说话一样。睡不着。吕叔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说几天就回来，这都这么多天了。这是吕小鱼的心声，他咋这么特殊？现在外面大概是凌晨吧？小姑娘是想我想失眠了吗？原来还是有人盼着我回去的。什么玩意儿？该不会是这个间谍就这么死了？这东西这么好，肯定就是阵眼，我就不放！你这个匹夫，这么死缠烂打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呸！一次匹夫，这阵眼老子要定了！你怎么了？这一幕眼熟。事出反常即为妖，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宝贝肯定就在里面。这长矛看着倒是比我那些高级啊。
我去，早知道石狗这么牛，我就早点摸下来了，肯定还能再赚一波。这个好啊，归我了。嘿嘿。啊？咋的？还不乐意啊？可以可以，你很懂事。嚯！这帮甲士个个都有1级以上的实力，没有天罗的血，恐怕大家撑不住。李天罗，大伙这边怕是要扛不住了，还望天罗搭把手啊！不急，老子抢到阵眼再说。你的刀。啊！不对！还不放手！你们到底什么人？少废话！拔牙，李秀还没大发到这种地步。李叔，这啥？解密游戏？密室逃脱？走！不对呀，拿到阵眼遗迹应该消失啊！难道这不是阵眼？对。你们武器呢？杀了他！
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哪来的10来个 C 级石头怪？大家的体力也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不如派几个力量星，助天罗一臂之力夺取阵眼。吕叔呢？谁？鼠子，尔敢夺我山河印！山河印。班长，看见吕树了吗？没有。李天罗，请留步。李天罗，刚收到消息，有媒体已经上山了。不用担心，媒体那边自有交代。这次阵眼很可能被间谍索取，事关重大，我还是得赶紧和聂婷他们商议商议。这么说，媒体那边您已经有对策了？对策？什么对策？赵委员，上脚长矛一个，下一个。王宇坤，斧头一把。老师，不行，哪儿都找不到吕树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小子这次立了大功，怎么能平白无故不见了？你们都没人见到他吗？吕树，那个掰手腕就能觉醒的力量系，据说这人单枪匹马干掉了一整支骷髅骑兵队，还把骷髅兵的装备全都给高价倒卖了，
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千真万确，看见没？我这破斧子就是跟他换的，给他2000多，他还不乐意呢，亏爆了。哎，听说他一路上光顾着捡东西，财迷得很。哼，我猜的搞不好，一不留神就被地底下的怪物给。吕叔跟我算是有点缘分，我愿意去寻找他的尸。啊！吕叔回来了！吕叔吕叔，你没事？捡了条命，没啥大事。话说曹青瓷跟我说要来这儿登记上交武器。啊，班长，你脸怎么大了一圈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点急事，插个队。老师，麻烦登记一下，一共5杆。哦，这个难道是？小鱼。啊！怎么不在家等我呀？这几天好好吃饭了吗？小鱼。这活动挺危险的。放心吧，刘婶，我好着呢，头发都没少一根。倒是这段时间辛苦你们帮我照顾小鱼了。哎呦，不辛苦，小鱼也一直盼着你回来。这孩子天天夜里出去找你，
李老爷子之前担心跟着他出了一趟门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说看到小鱼很费劲儿地爬到山脚的大树上待着，就是为了能早点看到你。哎呀，哼！很费劲，老爷子，你怕是暴露行踪了呀？可以了，把那个地级能量体照出来吧。然后呢？你说要给我看的是什么好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来的？说来话长，那你长话短说。简单的说，这颗珠子是用来养着能量体的食物。黑色的是，当时尸狗就传递一股信息给我，告诉我这珠子叫魂珠，可以用来喂给能量体吃。那彩色的这颗也是能量体凝结成的吗？这颗来源于一个比较特殊的能量体。先让他吃一颗呗，看看会有什么变化。这家伙短短几秒，能力就提升到了地级中阶。上次把我的猪儿炸了，这次这个又开始傻笑。什么破魂珠，傻笑大吧？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副作用吧。还有一个礼物，不需要。这次真是好东西。给我从遗迹里带回来的特产果子。早说了。好帅，好可爱！嘿，这也是你从遗迹里带回来的？对啊，它的灵智已经开启了，挺聪明的，所以就拐回来看能不能养着呀。还有名字吗？没有，要不你起一个呗？叫胖子。好像不太喜欢啊，那再换一个。决定了，就叫你本名吧，小修许。这哪来的口音啊？这是。耶，小修许，小修许。哎嘿嘿。以后你跟着我，这种东西才能经常有的吃。8片薯片就收买了呀，有点出息行不行啊？唉，这山和印，倒是个能观测山川大地的神物。啊，这是灵气，竟然可以控制灵气，怪不得鬼将那么宝贝。可惜啊，我修行根本用不着灵气。哦，还有玄机。
吕叔，你怎么了？吕叔没事没事，小鱼，给你一个好东西，这是山河印，能放好多东西，还可以控制。我真没事，只是神识去别的空间游走了一下。我还以为你又要留我一个人了。我们的家在这儿呢，我走不了。明天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顺便再给咱家买台新冰箱。钱呢？那不是吗？余下的钱咱们去旅游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真的？生活嘛，总会好起来的。现在还只是开始呢。马上都要立春了，京都还是有点冷啊。这次阵眼没拿到，着实可惜。李一笑怀疑是间谍自枪为能量体，依仗着能量体不会主动攻击同类，取走了阵眼。不过这个说法还有待考证。现在还不知道阵眼是什么。李一笑说，他只听到鬼将喊了声“庶子尔敢夺我山河印”。山河印可调用当地天地灵气，我已经派2名高手去洛城待命，一有异常的灵气流转，自会上报。相比大局，一个山河印不算什么。间谍猖狂，得有雷霆手段应对，不然日后恐酿成大错。然而李一笑不靠谱，道元班的表现也实在差强人意。修行路向来骸骨铺地，道元班的教学模式必须变革。贪生怕死者，误入寺门。钟玉堂上报的资料中，倒是提到有2名学生表现突出，一名学生是力量系，虽立下战功，但资质为几级，终有瓶颈。另一名甲级资质的小姑娘则战绩惊人，次次杀敌于无形之中，可以重点关注。哦，好苗子自有实战锻炼。现今灵气复苏，遗迹开启，北方神祖、东方神级、西方誓约，乃至基金会和信仰理论部都在蠢蠢欲动，培养战力。不用等下次遗迹开启，这天地之间必有战火异变，变革将至。变革。走，回家看新电视去。这是一个灵气复苏的时代，在灵气的大潮席卷之下，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突破传统认知的事物，很多人觉醒了超自然力量。我，吕树，也是其中一人。随着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，我遭遇了许多次与滥用异能的外来觉醒者势力的战斗，因此而遇到了一个组织，那就是专门管理国内所有异能现象，保护我们不受外来势力侵犯的超能力者组织——天罗地网。
擅入国境者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多大关系，我就是一个卖臭豆腐的普通高中生，而我的能力嘛……多谢惠顾啊！老板啊，我听说你这里的臭豆腐特别好啊，特别臭，而且特别上头，和初恋一样。这么特别？客人您要几份？既然是初恋的话，就来3份好了，先来3份，快点快点。但是不好意思啊，就剩1份了。1份也可以啊，但这是样板不卖。小兄弟，求你了，卖给我吧！为了他，我多少钱都愿意出啊！我想更深入的了解他。看见那个数字了吗？别人产生负面情绪越是不高兴，我能得到的数值就越多。嘿嘿。今晚家长会仅限道员班学生家长参加，请各位家长出示自己孩子的道员班学生证，只有道员班家长才能入校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遗迹里真是太危险了，我家孩子差点没回来呀。我家刘礼还算幸运，不光没受伤，还有些收获上交给学校。立功什么的，我们倒是不要求他，能平安回来就好。哎呀，好孩子呀，厉害呀！听说你家是乙级资质，将来一定是个高手。说到高手，听说有个叫吕树的学生，一个人在遗迹里就杀死了10个骷髅骑兵，有这事儿吗？哦，不是10个，是50个。吕树砍那些骷髅跟切菜一样。这位家长，请问您是哪位同学的？吕树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你家长呢？老师，我是孤儿，所以自己来听喽。那行，你坐下吧。好嘞。请各位家长坐在自己孩子的位置上。果然，江家已经知道家长会要说什么了。北邙山遗迹里发生的事，各位家长想必都已经知道了。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保密，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。想必大家已经想好了吧？我们知道这次是你们的失误啊，我们能谅解，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，以后不会再让孩子遇到这种危险了。对，就是啊。这位家长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担心孩子危险的可以退出了，我们不强留。退出的学生功法将被封印，永生不得再起。那如果继续留下呢？留下的道员班学生，一律受天罗地网职务，授衔，领工资和津贴，和天罗地网正式成员同等待遇。哎呀呀，除了卖臭豆腐，又多一份收入。
高中就能领工资，美滋滋啊！各位可以放心，他们在高中的文化课学习将会照常推进，想考大学也没有问题。哎，这听起来很危险啊！但是工作应该挺稳定的吧？也就是说，留下来就是天罗地网的人了。嘿，那我以后不就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技了吗？我们能不能多点时间考虑一下？毕竟，我留下，需要办什么手续吗？承让哈。各位家长，你们的孩子都是因为有修行资质进入了道元班，培养他们，就是希望今后他们能和我们一起保卫家园。我也决定让我家孩子留下。我家孩子也留下。那我家孩子也留下。那我家孩子也留下。我家的也留下。算了，还是先抽奖吧。这就是我的能力，有点坑的抽奖系统，走一趟一季可算是明白了。他是修行，只是辅助，怼人才是王道啊！刚才得到的负面情绪能在这儿用来消费升级。坑爹的地方在于，他得抽奖。哎。嘿，我哎呦！总算不是臭豆腐了。这是气海果实，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好舒服，好软啊。但是好像身体没什么实际的变化。这气海果实到底是干嘛使的呀？再吃几个看看。我一口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
你，我一口，还是我的。小鱼啊，你最近有什么想吃的没有？煎饼果子、炸酱面、番茄鸡蛋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，刚从遗迹出来，想歇2天也是正常的。哦，老爷子是故意在这儿等我，想看看我的心性吧。哎呀，要不是之前的修行，这次在遗迹里，我恐怕就吃亏了。你决定加入天罗地网了？有什么打算？没想好。哎，灵气复苏之前，基金会到底是在跟谁战斗啊？基金会以维护人类利益、世界和平为宗旨。啊？真的吗？老爷子，您别误会啊，我就是觉得保卫世界和平这种事儿和我八竿子打不着。我呀，只要能跟吕小鱼好好活下去就够了。若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各安天命，自然不错。但也有一些人得到了力量，就变得无法无天，恃强凌弱。而基金会就要维持强弱之间的平衡。算了，我们继续练剑。寻常修行者走的路是以灵气改造身体，而我们用的却是意志，是精气神。精气神的第一个突破关隘，就是以意气开气海雪山。气海外面的云气就是意气，也是剑气。于气海雪山之中养剑胎，剑气足够冲开气海雪山，便是剑胎已成。剑胎成，则可万物为剑。哎，开气海雪山之前积淀的意气越多，未来成就便会越广阔。当年我开气海雪山时，积云成雨，所以你最好慢慢的积淀。原来这就是气海果实的用处。我吃了2个气海果实，才积了那么一点儿。积云成雨啊。我练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气海雪山啊？你还早着呢。修行之事，做比说更重要。教你个诀窍，每出一剑，喊一声开，能助你早日突破。突破了。老爷子怎么回事啊？江淑仪，你来了。快请进。这是你妹妹贴的吧？她人呢？我妹妹还没起床呢，吃完饭睡个回笼觉，这是惯例。同学们都嫌弃你摆摊卖臭豆腐为生，但你家里一点都不乱，简直就像喧闹都市里的小小世外桃源。
我呀，就是一棵路边野地里的狗尾巴草，自己活好活开心就行喽。为什么不跟大家搞好关系呢？万一有急事需要大家帮忙怎么办？我靠我自己就能活下去了，不用别人帮忙啊。那你竟然会选择留下，真让人意外。加入天罗地网，意味着大家是一个集体，要互相扶持的。我不需要抉择，毕竟改变命运就指望修行了。我只能跟着天罗地网继续走下去了。你这辈子就没求过谁吗？只求过阴影部分面积，哈哈。哎，不过我还真有点事想求你。我就说，难得你会打电话找我，什么事？你能给我3滴血吗？手指上的就可以啊。好啊。你不问我为什么要这个吗？你会告诉我吗？那就得了。来吧，怎么取？小叔，这是你学校的女朋友啊，长得这么漂亮，也不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哎呀，刘婶，你别乱说啊，人家是男的。啊？别说。你刚才跟谁说话呢？给你说个好消息啊！啥好消息？你呀，可以去上学了。这是好消息！李叔，你是不是对好消息这3个字有什么误会？我不去，我不想上学。小鱼啊，以前你从福利院跑出来和我住在一起，咱们2个没钱没户口，你只能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。现在我们有钱买了房，解决了户口，你就必须去学校，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啊！不去上学就没有炸酱面，没有煎饼果子，没有番茄鸡蛋吃啊！说的好像我答应了就有炸酱面、煎饼果子、番茄鸡蛋一样。1分钟之内，你让我吃到嘴里，我就去上学。好。是你点的没错吧？吃吧。李叔，你还说你学习的不是厨师一能？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？吃吧。哦。小休息。搞笑什么呢？你是松鼠，又不是老鼠，它们多脏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不准跟它们一起玩，知不知道？好了好了，快换衣服吧，晚上我还得带你请咱们校长吃个饭呢，让他在学校里多多关照你一下。你送小鱼去上学，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？我都把初2数学自学完了。以后放学啊，还得麻烦老爷子您继续辅导小鱼功课呢。你晚上去见了李一笑，给了他一个装着血的试管，是不是？是，里面是小鱼的血，我怕赶不上道员班测资质，还不跟我说实话。
道元班可以用测试血液的方法来判断学生的修行资质。你和小鱼资质超群，但你怕太过引人注目，容易惹麻烦，这个我理解。估计你是想用你那位江同学的血液蒙混过关，所以昨天特地找他过来。我跟你邻居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请同学来家里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就换吧，不然早上学校一开门，就会有人过来取走了。基金会的能量真是不可小看啊！吕小鱼，吕小鱼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！饭做好了吗？这才几点，吃什么饭啊？怎么就知道吃啊？吕树，才凌晨4点你就把我喊起来！别磨叽啊，快把你狙的那个能量体放出来啊！那魂珠是尸狗在遗迹里斩杀的魂魄凝结而成的，为什么吃了会傻笑呢？难道因为尸狗掌管的是人的喜悦？笑得怎么这么傻呀？吕树，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？实力提升了不就好了吗？你看你怎么能有这么华而不实的思想啊？切！所以你现在是要倒打一耙喽？你控制着他去李一笑的办公室里，把你原来的那个替换掉。哎，起这么早，等会儿我们去喝牛肉汤吧。哎呀，专心控制鬼魂，别摸错地方了。牛肉汤的事儿等会儿再说哈。这是半自动的，时不时看一眼就行了。李树，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吗？为什么呀？唉，因为没人带他去喝牛肉汤。我至于吗？喝啊！等会儿天亮就带你喝。哈哈哈。哼！魂魄到了。等等，先让我看一下附近。果然没错，围墙边上都是监控，得找个死角进去。A12、A13，你们那边状况怎么样？教学楼走廊没有异状。A21呢？教学楼正门没有异状。不过他们好像也不是特别严谨，总有些空隙，试着穿过去吧。交给我吧。A15和 A16定期汇报。教学楼顶上没有异状。怎么样？没被发现，厉害吧？我进来了。
建筑里面的情况我看不见。老爷子说试管就随手丢在办公室里。你找找吧，应该是在很显眼的位置。这也忒容易了。等等，快换一边离开。站住！是谁？你是觉醒者？你怎么不穿衣服？你双手抱头，面向墙壁站好。你笑什么？不许笑！我就说不吃你那个什么鬼丹药的，你偏要给他吃，现在给他都吃傻了，净知道傻笑。别纠结这个了，行不行？你先让他逃出来啊！别管保安了，让他直接从近距离来咱们这儿。不对，快打晕那个保安，把血液试管替回去，再出来。所有位置红情况 ，A 无问题 ，A 2无问题 ，A 3无问题 ，A 5无问题 ，A 6无问题 ，A 7无问题 ，A 8的位置发生异状，接近道源班境附近的人员，请尽快去查明。其他人员就封锁位置，很可能有入侵者，随时待命。A9方向了，有怪人在这里。校长办公室内无发现怪人踪影，楼下那边如何？没有异状。奇怪，人还在这儿吗？怪人在这儿，射击！吕小鱼。吕小鱼，能量体中枪对你有影响吗？疼不疼啊？我不疼啊，他也不疼。我在以前的小麻雀身上试过，只要不死，重新收回黑洞里，就能用星辰之力修好。为什么要闯入这里？对方未必会这样想，毕竟这里是道元班的所在地，外人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有可能。李天罗，你办公室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，值得别人闯进来偷窃吗？查查这个试管壁上的指纹，看看有没有我的。这不就是一个学生的血液样本吗？谁会闲着没事来换一个样本？哎呀，查查总归没有错。怎么了？我想去换试管，结果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响起了枪声，我就没敢再往那边靠近。您有办法帮忙替换一下吗？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那我就帮你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谢谢老爷子。早上的枪声跟吕树有关系吗？是一个古怪的觉醒者，浑身黑色，喜欢傻笑，在逃跑的过程中还挨了一枪。那看来还真不是他。这小子身上什么伤都没有，我还以为那小子还藏着什么底牌呢。那要真是他的底牌呢？你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谁还没点底牌了？不稀奇。要没有底牌，我反倒会失望一下。为什么昨天不让我直接帮他们把试管换了呢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让我们帮呢？自己的路就要自己去走，自己犯下的错误就要自己去弥补。
双手抱头，面向墙壁站好。你笑什么？不许笑！哎，是啊，他笑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们？他竟敢嘲笑我们，太嚣张了！竟敢嘲笑我李一笑，我一定要抓住他，让他笑个够！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个傻子？啊？只有你的指纹，其他物品没有丢失。试管上只有你的指纹，其他物品也确认了，没有丢失。哎呀，这是个傻贼呀！小鱼，明天你终于可以上学了。上学，要不是老爷子有办法，我们都完了。还不是因为你太弱了，要是你能多聚点能量体就好了，搞一群麻雀去探情况，就算损失了也没关系啊。过来。你是不是能和外面的老鼠交流？让他们听你的指挥，说实话就给你吃。哎，能训练他们打探情报吗？不是他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他们太笨了，派不上大用场。这你都能明白啊？看来先得解决我和你的沟通障碍啊。来，看看能不能开启他们的灵智。他这又说什么呢？他说怎么能这么浪费？为啥不给他吃？哎呀，放心，我这儿还有呢。哎，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啊，开了灵智的老鼠，你必须掌控它们，千万别给我闹出鼠灾来。放心，以前在遗迹里管了几千号开了灵智的松鼠呢。哦，说的也是哦，还真是有道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是解锁了跟动物交流的技能了吗？
你能不能教他用手语啊？松鼠爪子哪有人手那么灵活？啊，这倒是，可惜我没法心灵感应啊。哎呀，只能教你看书识字了啊。这个东西啊，会念词、念句子。啊，你点这里，下面有对照的文字。你要每天认40个字，这40个字你要在本子上各写10遍。我每天放学回来检查。哎，你要珍惜自己学习的机会。李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哼哼，你先睡吧，我一会儿收拾完就睡。叔，你眼光太土了！我都多大了，怎么还买这么幼稚的书吧？你不才10岁吗？哼，我都初2了。你这不跳级上的初2吗？谁让我入学测试满分过的呢？说明我聪明。说明老爷子辅导你功课辅导的好吧？下次做题没问题。我走了。哎，去吧。千万别暴露你的实力，知道吗？还有，千万不要打同学。也不是说让你一直低调。我也觉得，等以后你可以找个机会说你力量系觉醒啊。大家静一静。今天咱们初29班新来一位同学，希望你们能互相帮助。哇，好可爱！班里终于来了一个美女。你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吕小鱼。完了，然后呢？那个小松鼠明天不能带过来了啊！学生来学校的任务是学习，不能带宠物。行了，去你的座位上坐下吧。哦，哎，让吕小鱼上学真是一举两得。哎，这孩子上学这么大的怨念啊！我家孩子果然没几个退出道员班的。恭喜你选择留下。为了奖励你，江树一和曹青瓷在遗迹中的贡献，会直接授予你们中尉衔。那我工资岂不是会比别人高一点呢？欢迎加入。以后就是同事了，多多关照。头一次有人对我这么热情。同学们，集合，列队站好。欢迎各位加入天罗地网。从今日起，看样子背了好久，结果还是没记住哦。从今日起，以往所说的将不再是一句空头承诺，而是各位即将面对的现实。灵气复苏以来，天罗地网成立1年半的时间里，已经牺牲了32名修行者，最大的34岁，最小的18岁。修行之路
制服、制式配件等物品，将在半个月后发到各位的手中。今天可以回去了。请记住你们今天说过的话。解散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明明就是一段宣誓而已，怎么会搞得我心情平复不下来啊？于小鱼，你干了什么？高二3班的吕树，道员班的吕树，赶紧把你妹妹领回去。上学第1天就打同学。哎呀，担心什么来什么。要不是老师拦着啊，看我不弄死你！我不管，你快把你家长给我叫过来。怎么会有这么没教养的野孩子啊？来不来啊？要这样的话，开会我还多晚？和你说话呢。喂，你眼神很不服气呀！觉醒者杀人，一样要偿命。哎，大家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嘛。你谁呀你？你一个学生跑来干嘛？一边待着去。您几位是被打孩子的家长吧？我是吕小鱼的家长，有什么事情都冲我来。你这小子还想冒充家长是不是？那个教室监控都拍下来了，实在不像话。成年了没有？啊，能负责任吗？不管。陪我去买点零食吃吧。太麻烦了。哎，我请你。那咱们快点。不好意思啊。孩子牙都打没了，根本就是毁容了，怎么处理啊？医药费我来出。上来吧。坐吧，坐下来说。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？我不该让小兄去打人。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。这世界本就对弱者怀有恶意，你得足够强大，别人才不会欺负你。但是出手要有轻重，你自己心里得有杆秤啊。现在你我的武力，一拳就能打死普通人，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仗着自己力量大就去欺负别人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守住本心，那就只会往黑暗的道路上去走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，小鱼？你是说我出手可以，但是今天打得太重了？是这个道理。哎，人家只是冷嘲热讽你几句，你就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，有点过分了啊。出手之前要考虑清楚后果，也要想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。我以后一定会认真考虑的。有错能改，
就是好孩子。其实咱们现在面对这么大的变化，不要说你，就是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。雷叔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小鱼啊，你说咱们有必要为别人战斗吗？有啊。叔，你是想当英雄吗？神经病吧！我们两个 C 级都没达到的小菜鸟，在这冒充什么英？我可以轻轻教训他一下吗？不会像今天这么重。可以。那要是有人打我呢？那就揍他。哦。那要是有人想杀我呢？那就杀他。那要是全世界都想杀我们，怎么办？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！这钱一天天不好好练剑，就知道玩。你再不出气海，师傅不老死也要被你气死了。以你这资质，要开气海雪山，得20年。20年？我不练了。快啊！别哭！等你开了气海呀，师傅带你下山买糖人吃，去城里看戏。真的吗？哎呀，这样吧，我教你一个诀窍，你每练一剑啊，就喊一声开，能早日突破。开！师傅，我都拼了
那可能这诀窍不适合你。我明天再教你个别的。师傅，你坑我！你怎么受了这么大刺激？你教于小鱼念书也没这样啊！唉，想起我当年练剑的时候，我以为师傅说的都是唬人的，可如今拿来唬吕树，怎么就成真的了呢？现在灵气复苏，吕树的资质又这么好，万事皆有可能。2年呐！当初我花了2年才以义气开气海，可他才和我练了多久？2个月。唉，踹！哎呀，踹！踹！哎呀，别喊了，喊1遍就行了。我边喊边练，真的能感受到气海在壮大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积淀的义气越多，未来成就便会越广，所以不是说越早开就越好的。就是憋着呗。老爷子说要积云成雨，可这积云成雨是什么样啊？我这算吗？哎呦，我这云气浓度越高，就越想拉肚子，可怎么办啊？对，是真要拉肚子。忍住，要积云成雨。这一气拉屎给拉开了，算怎么回事啊？看我用功法镇压下去。满天都……你说你有病吗？霸占了厕所，在里面唱歌。我没唱歌，你听错了你。我明明听见什么小星星。嗨，我那是在查旅游的攻略。你看这个。李叔，我们要去旅游了吗？我呀都高3了，咱俩趁现在得多出去走走看看，不然毕了业就买不了半价学生票了。太好了，我还没坐过飞机呢。你也没坐过绿皮火车呀？体验什么不是体验？这次还是坐火车，下次再带你坐飞机啊！下次啊，来给我。绿皮火车要22个小时呀！李叔，你真抠门。你懂什么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我小名可以叫刀刃，绿刀刃。今天我们练第4个剑招，点字诀。点字诀与刺字诀有截然不同的效果。要如蜻蜓点水般不露声色，却留下涟漪。当点字诀练出水准，才能算是在举重若轻这个关隘上登堂入室。
说，压制云气不容易吧？哎，云气1小时必定闹腾一次，而且练剑时一发力就格外容易涌动，控制不好就会冲开。当年我们为了压制云气都不敢睡觉，这是一段很痛苦的日子。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。哎呀，我倒觉得还挺爽的，成功一次就有一次的成就感，挺好玩的。好玩？这是好玩的事儿吗？哦。明音。您说什么？师傅，剑阁剑谱上记载，前辈强者击云成雨之时伴五道鸣音。五道鸣音是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，没听过。那师傅，气海雪山开时是什么景象啊？老祖宗在剑谱上记载，气海似汪洋四溢，雪山辽阔，一剑成则如山耸立，入云霄。哇，师傅，你开的时候也是这个意象吗？哎，那是老祖宗。你师傅我当时就是上厕所用劲儿大了点儿，一块儿给拉开了，当下脑瓜子疼得厉害。师傅，你又坑我！怎么这也有负面情绪的人？老爷子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已经击云成雨了？您以前真的也是这么练的吗？我剑阁一脉修炼永无止境，何止击云成雨，还需积雨成河，积河成海。你不要轻易满足。明白了。那个气海雪山开时是个什么景象啊？气海似汪洋四溢，雪山辽阔，一剑成则如山耸立，入云霄。哦。哎，对了，老爷子，暑假这段时间啊，您可以歇一歇了。我准备带小鱼出去旅个游。出去转转也好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这两样都是增加人生厚度的事情。非要买个粉红色的箱子，这么少女心的东西，你让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拉得出去？我就是少女啊，为什么不能有少女心？不是，可你又不拉行李箱，你。哎呀，那个粉红色箱子是您的吗？
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弄错了哈。没弄错呀，就是我的。是这样，您箱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动物啊？按规定呢，动物是不能带上火车的，您可以去托运一下。那个松鼠啊，它不是活的，是装饰品。不信你看，哎嘿，你看没事儿，怎么拉都没事儿，不能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每天认80个字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你能爬上去吗？你直接从这里爬上去，到站台跟我们会合啊。行，他把自己托运完喽，我们走。哎，我们是一个中铺一个下铺，你想睡哪个？中铺，睡得不舒服就跟你换。好。妈，怎么了他？他没见过我这么大方。我们的车来了。火车原来这么大呀！李哥，赶紧的出牌啊，该你了。抱歉啊，能不能麻烦让一下？这是我的铺。哎，没事儿，坐得下。你先坐会儿，我们再打会儿结束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上铺还能是啥？哎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中铺啊。哎，那这是什么？这当然是下铺了。不，是我的下铺。哥们儿几个意思啊？凑你下铺不行是吧？道员班的学生啊，看样子撑死了就算1级，可能连小兄许都打不过。呵。算了，咱们是道员班的，你跟普通人较什么劲儿啊？道员班学生啊，了不起。道员班确实了不起。怎么，你也是道员班的学生？不，我是个修理工。哦，修理什么的呀？看谁不顺眼，我就修理谁。查票了，票给我。这是你俩的，下铺和中铺。
是我干的，这不是说开了气海雪山之后，还要修行很久才能到达万物为鉴吗？哎呀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可遇而不可求啊！哎呀，这玻璃估计得照价赔偿啊！谁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。起来，小鱼，去洗漱啊！等会儿人多了还得排队呢。我看就2个水龙头。现在去洗漱，我就给你冲泡面吃。真的吗？李硕，我要吃泡面。出来旅个游也得时时刻刻都要小心压制气海呀。李硕，你被皮绷住了吧？啊，都泡芙呢了。吃了泡面。青州的黑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据说那有卖法器和灵器的，还有零食呢。你亲戚靠谱吗？反正咱们去逛一下也不耽误。一颗零食不知道多少钱，这次家里就给了5万，不知道够不够。1万块钱一颗就差不多了吧？没事儿，我带了12万，到时候送你一颗。谢谢啊。10万一颗，有价无市。哦，你笑什么？1万一颗零食啊，想象不到吧？有钱是能弥补修行的差距的。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啊！嘿，你说谁贫穷？你一个普通人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我看你们也就只能吃泡面了吧。泡面招你惹你了？你们4个现在应该是少尉吧？咱们天罗地网里啊，就不走见长官敬礼的流程了。中尉，不是立过功的才能成为中尉吗？哎呀，4个1级初期修行者真的不算什么。好好反省一下，出去了别给咱们天罗地网丢人。中尉，甲级天才，那不已经是D级的人物了，跟道员班班主任一样的级别。真的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你想买的零食吧？啊！你带的12万，恐怕还不够买1颗呢，所以别着急吹牛说要送别人1颗了，先了解一下行情吧。这人是个宝藏啊！列车已经抵达西进车站，请到站的旅客有序下车。吕叔，干嘛？不是要带我吃大餐吗？嘘，等知道了黑市在哪儿，把零食卖出去，大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莫非这就是黑市的接头人员？不对，这人没有能量波动，是个普通人啊。哎，小拓，二大爷，哎呀，走走走，咱先上家里吃饭去。吃完饭呀，再带你们去逛逛，保证有你们想买的好东西啊。我看有点不靠谱啊。怎么啦？他亲戚身上没有能量波动吗？如果一个普通人都能知道位置的黑市，那还能叫黑市吗？那还去吗？去看看呗，反正咱俩想跑也没人追得上。跟上他们。
那辆车有问题，你们在这等我，别乱跑。行。你好，有事吗？哎，您有手表吗？没有。那您有手机吗？没有。啊。您知道几点了吗？你没有手机吗？哦，我手机忘带了。 6点35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应该是天罗地网的人，大概地级初级左右吧。小鱼，你再去试探一下，如果对方有什么动作，你就直接上来跟我会合。小姑娘，有什么事吗？叔叔你好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跟你说一下，现在6点44了。哈哈。小姑娘，谢谢你啊，赶紧回家去吧。叔叔再见。没有任何能量波动，是普通人。 怎么样？是天罗地网吗？应该是的，只有天罗地网才会态度这么克制。哎，咱们3个一起太明显，你俩留在这里等我。如果被人找麻烦，优先保护自己，然后直接去黑市里面找我，能做到吗？嗯。 哎呦，怪不得天罗地网的人不进来，合着这是个假货市场啊！这里面东西竟然这么多，我们真是来对了。认不出来啊，也不知道哪件是真的。这儿肯定很多假货，万一捡到了呢？认不出真假还敢来，迟早叫人坑傻喽。 嘿，小伙子，嘿，来，嘿，瞧瞧，我这都是好东西。你看看左边架子上这个拂尘，哎，最近最火的那个道士饰品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就是从他手里换的。还有这个青铜器，那可是商周时代的。商周？哎，商周，上周的吧？你这小伙子咋说话的？ 哎，等等，您是修行者吗？是又怎么样？那我这里可能有您需要的东西。咱们这儿虽然开的时间不长，但来的人多，真东西我们不会随便往外拿的。您要真是修行者，我再给您看。 里面插一堆灯泡的那种就别拿了，说点靠谱的啊。内行。法器啊，我这还真没有，但是有灵石。哎呀，拿出来看看。那还是先麻烦您展示一下您的能力。跟我来吧。居然有觉醒者，看这样子有1级以上了，难怪他敢卖灵石啊！
还真是个老奸商，这么一包装，看着比我手上的值钱多了啊！您别看其他店铺吆喝的声儿大，但是他们手里根本就没有真东西。您这零食多少钱卖呀？你谈钱多俗啊！哎，小伙子，你想想，这一枚零食能节省多少修行时间呀？这时间可就是生命啊！那你说，用多少钱才能换来生命？哦，那您这零食多少钱卖？什么话？什么多少钱？我卖的是零食吗？那是前途。说人话。18万你拿走。嘿，还真能漫天要价啊！这个价不对，这前途不值18万呀！不，我是说你这个价格卖低了。啊，我仔细一想啊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钱啊，不过就是纸，能比前途和时间还重要吗？不能。所以老板，你卖18万，那绝对是卖低了。那20万，20万这个价格绝对公平合理。那哎。刚才那个人捏的，你能做到吗？儿子，你不是说这西境市的道元班比你强的不多吗？那刚才的那个人，难道是那个甲级的天才？不，恐怕是外地的妖孽来处理灵石了。也只有那些妖孽，才会不屑于用灵石提升实力，因为他们自身的修行速度已经够快了。11万，我卖鸡蛋卖臭豆腐，一年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！下次带着小鱼出国玩都够喽。有灵气波动，还包得这么严实，难道是低级别的觉醒者？老板，有真东西吗？没有。哦，李典，实力不低啊，不是天罗地网的人，看年纪也不可能是道元班的学生。你是漏网之鱼吧？放心，我没有抓你的意思，只是想知道你有什么东西。我是有点东西，但只换灵石。灵石我有，看你的东西值不值了。最少5颗灵石，你有吗？此人怕是不懂行啊。如今法器可比灵石稀缺多了，5颗可不算多啊。看见没？给我看看你的东西。好吧，跟我来。
这是法器啊？哎，别急呀。这块布竟然能隔离能量波动。这玩意儿的用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看过《西游记》啊？我这葫芦是祖传的灵器，就跟紫金红葫芦一样，只要拿着葫芦喊出一个人名，就能把人吸进去。不，就会把我的灵力抽空。哦，哎，你别不信啊，我让你解释解释。岳云鹏。怎么样？竟然还真是个宝贝！难道岳云鹏如果站在5米之内，真的会被葫芦吸纳进去？让我试试。名字才好使啊！于谦也当过逗哏呢。不对，只要是个名字，喊谁都有用。郭德纲。哎，东西售出，概不退换啊！天罗地网管得这么严啊！这些散修也不知道能偷摸修行到什么时候。哎呀，忘了问那块布卖不卖了。所以这葫芦到底是什么效果？啊，是你？你难道在跟踪我们？好好逛，这里好东西挺多的。李叔，你怎么把我的短袖揉得这么皱？回头我帮你熨一下吧。哎，我这趟收获不小，明儿个就能带你吃烤羊肉，还有羊肉汤。听说西境市的拳头羊肉汤很不错啊。明天就带我吃。那咱们赶紧回去睡一觉，明早就去。哎，不急，还有点事没处理完。你看什么呢？其实我还到手了一件宝贝，正好拿它们试验试验。哼，还说不让我欺负人。哎呀，试验一下效果而已，怎么能叫欺负呢？不过你俩做好准备啊，我可不知道这宝贝什么效果，待会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原谅拓。
发现我了？还是说，因为葫芦？不是吧？难道这葫芦的作用就是喊谁谁就会扭头看我？原谅兔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说好的把人装葫芦里呢？怪不得那个离电闪人闪得那么快，法器也太不是吧？哎呦！不对，有了这个葫芦，下次想要揪出间谍，不就很轻松了？走吧，回去歇歇，明天吃羊肉汤去。走走走。老板，3碗20的，3个饼。3碗。对，3碗。多放点肉啊，再放点，再放点，再放点，再我给你放头羊得了呗。那估计吃不完，打包成吗？哇，好好吃啊！小鱼，加餐喽！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没学习认字呀？上次小兄许吃了洗髓果实，实力一直增长到了1级中期，再吃1颗的话，不知道会成长到什么地步。咱们吃完去哪儿？哦，去车站，我给咱仨报了个团，去日月山玩玩。来，奖励你的。吃不吃？变色了，头顶的毛毛。李叔、李小鱼在不在？啊，我们先上车吧。这个人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碰见个熟人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春天旅行社的导游王根基，地道的青州人，大家可以叫我王导或者是小王。这3天呢，行程中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提，不要客气。各位团友们请看啊，旁边就是咱们的行程目的地日月山。但是啊，因为咱们今天要去赶青州湖的日落，日月山就来不及去了。明天我会带大家来这里参观的。这日月山的名字啊，跟文成公主有关。传说当年唐王送了面宝镜给西去河藩的文成公主，并嘱咐她到汉藏分界地再看镜子里，可以看见家乡和父母亲人，能借此解思乡之苦。谁知公主经历艰辛，到了赤陵取出宝镜一看，只有自己憔悴的容颜，悲愤伤心之下就把宝镜扔了出去。结果这宝镜摔碎成2半，正好落在2个小山包上，东边的半块朝西，映住落日的余晖；西边的半块朝东，照着初升的月光。日月山由此得名。小鱼，啊，你每天什么时候最有幸福感啊？幸福感？跟你买完菜之后，
看着你做完饭，然后一起吃饭。说实话。看着你做完饭，然后一起吃饭。说实话。吃饭。是跟你一起吃饭。好，一起吃饭。我们呀，天生就该相依为命。辆车。这家伙不但没被天罗地网抓到，能量波动反而比上次还要强。起码地级中阶了，他到这儿来干嘛？小鱼，你先回帐篷休息会儿，我到附近转悠转悠啊。瞧你这胆子，有必要这么小心谨慎吗？还让我拿游客身份掩护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这次可是和境外修行者打交道，必须万无一失。要是被天罗地网盯上，可就糟了。当初我从他们手里头逃出来，吃了多少苦，你不知道吗？境外修行者，难道是间谍？也是。不过我看天罗地网也不怎么重视青州啊。那也不能小瞧他们。茶卡盐湖马上要开遗迹了，这帮人过来是迟早的事。咱们动作一定要快。赶紧把日月山的东西找到，交给老外，不但能换到修行资源，说不定还能让老外把咱们也带进去。等进了遗迹，咱俩再弄点法器什么的出来，去黑市一卖，你还说没有零食用吗？可那帮老外能行吗？遗迹可没那么好进啊！哎呀，他们就是干这行的，有的是办法。关键是你这罗盘靠不靠谱，能不能找到他们要的东西？放心。这罗盘可是我家祖传的，东西肯定就在日月山。我说这个李典一路神经兮兮的，原来是想把法器走私到国外。行吧，等咱们拿到宝镜，说不定可以办点大事。宝镜？那我们怎么去啊？我先去开摩托车，咱们两个骑1个小时就能到日月山，有了宝镜就回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你收拾一下啊，一会儿在109国道上和我会合。没问题。开玩笑，想当着我的面把法器挖走，还要卖到国外？哼，我吕树像是那么大方的人吗？可是他们有2个人，我就1个，这要是骑上摩托就跑，我也不好追啊。哦。朋友再见，朋友再见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这啥呀？哎呦！这啥呀？这是摩托车怎么飞起来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摩托车骑人了！你给我站住！顾不上保密了。喂，李典，你现在直接跑去日月山跟我会合，
全力跑也要不了多久。为啥跑啊？你摩托车呢？被人扛走了。啊！去让老子逮到你！怎么这么能跑啊？谁把你车扛跑了？我不知道。偷车就偷车，扛走算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？你现在是地级中阶了吧？你怎么都追不上他？我活了25年，我没见过这种事儿。难不成是个 C 级扛走了我的车 ？C 级？都 C 级了，谁干这种事儿啊？不对，你啊？你最近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，或者惹什么人了？没有，真没有，是真没有。那就奇了怪了，哪儿蹦出来的搅屎棍子呀？难道是走漏了风声？漏网之鱼里也没听说哪个高级力量星来青州了呀。要是天罗地网，他们不会这么贱呐。摩托车丢了就丢了，关键是日月山里的东西不能丢。那咱们还得跑着去日月山。哎，好几十公里呢。有群众举报，有人扛着摩托车在109国道上跑。王队，这家伙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根本看不清脸，截屏分析也不行。难道是上面的大修行者？哪个大修行者这么闲啊？通知所有单位，沿途设卡，务必把他拦下。是，王队。王队，没发现您说的那个人。没进城。要没进城，那就很可能还在国道上。继续沿着国道查。各位辛苦了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络。是。再见吧。李典说他的罗盘能感应到，那应该会有能量波动啊。不就是块正常的山坡吗？也没什么特别啊。下面是空心的。这么简单，这机关设计的也太不上心了吧！让我来看看，这镜子到底能不能看到千里之外。这什么宝镜？这明明是强力闪光弹！
唐太宗，你就这么坑亲闺女的吗？我说这帮炼气师能不能行啊？不是扭头葫芦就是闪光镜子。哎呀，能不能给我遇上点有用的呀？这俩活到了。这是我的摩托车。看来那家伙也是来日月山找东西的，肯定是你走漏了风声。啊！他连你骑的摩托车在哪里都知道，你有脸说是我走漏了风声？我根本就没跟任何人提过这里，不是你是谁？那我也没跟人提过呀。别废话，赶紧用罗盘找位置，说不定我们还能抢先一步。哼，找到东西再跟你算账。那边。这地方还真被他找着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你先进。这凭啥我先进呢？你找到的地方，你先进。你少来这套。要不你放火烧进去？别烧别烧，我自己出来。先别急着上来，我问你，下面有什么？就一块破镜子，只要你们答应我别放火，我就扔给你们。赶紧扔上来！哎，哎，怎么只有半块？另外半块呢？哦，看来你也不清楚这里面有什么呀。就半块啊！文成公主把宝镜一摔为二，没听说过呀？这是日山，另外半块肯定在月山，要不你们去找吧，肯定有。哎，你先待在里面，我们确定这是真货再放你出来，不然立马烧死你！真的就这东西啊？不信你们验验。梁成，要不咱们先试试吧？试试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眼睛被按死了，中枪！哎呀！大票！好帅！追！赶紧下山骑摩托车追上他！有人！车上全是修行者，来的是天龙帝王。慌什么？这又不是抓我们的。对啊，咱们就跟着正常走。老夏，咋了？啥事呢？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扛着摩托车的人经过呀？没有啊，咋会有人扛着摩托车呢？摩托车多沉呢。谢了啊，继续向前搜索。是，王队。不对呀，你俩这打扮也不像当地人呐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俩在这晃什么呢？那个这晃，哎，还不快跑！哎呀，我等等我，有问题！你，
大爷，救我！救我！你别光自己跑啊！救我呀！混蛋！他叫梁彻，是你们天罗地网在头嫌疑犯，低级控火能力。李典，你个畜生！你啊！王队，我一查实就是这个梁彻，前不久为了自己逃命，还烧了一个商场，烧死了3个保安。他这是要烧了整片草原，马上呼调增援。所有同志，全力追击，务必尽快拿下他。是，王队。你们小心了，他想烧死所有人！救我吧！救救我！你们天罗地网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为我护法！难道他就是传言西境能比肩 B 级的大高手？别收刀，千万别收刀！我回来，我投降！我自首，我在这儿呢。那你继续跑试试，看我敢不敢跟你同归于尽。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？走，玩什么命啊？至于吗？站住！把他们俩搁这，我问个话。我说，你们为什么要扛着摩托车跑啊？真的不是我们。如果我说是我们的摩托车被偷了，正在追着偷车贼，结果偷车贼又扛着摩托车返回青州湖边上了，你信吗？看我像个傻子吗？不像啊。继续搜索附近，看有无异常。应该还有第3个修行者漏网了。是。王队，日山半山腰发现一处洞穴，里面空无一物。里面的东西呢？如果我说是那个扛摩托车的抢走了，您怎么看？哼，锅甩得挺干净啊。里面是什么？是文成公主的宝镜。文物？这镜子有什么用吗？灌注灵气后可放射极强的光芒，可以当探照灯使。你觉得文成公主脑子有坑是吗？那这个扛摩托车的人长什么样？我们当时都被镜子照瞎了，没看见长什么样啊！再见吧！哎，马无夜草不肥，古人诚不欺我。这又是谁啊？你说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收拾了2个坏人，顺便抢点东西。你说，下次大家要带上我。抢的什么东西？可能是王导在路上说的文成公主的宝镜。是抢回来送给我的吗？不是。哦。这俩被天罗地网抓住了。
难道他们说的这里要开遗迹的事是真的？那看来有境外修行者的事应该也是真的，不知道天罗地网知不知道？我是不是应该汇报一下呀？但是我可怎么说呢？李叔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蜀一，哦，我带小鱼出来旅游，刚好路过这儿。哎，这前面什么情况啊？堵车了？而且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有遗迹要开启了，你居然刚好在这里，他们正愁找不到你呢。咱们赶紧进去吧。啊，我能进吗？天罗地网特别通知，到原班立过功的学生这次都可以进遗迹。哦，你要是在洛城，应该也会被送过来了。哦，反正都能进遗迹，不如进去之后见机行事。那也不能就让我们在这等着呀！不是，王导，你说到底咋办吧？怎么是不能走了呀？哪有这样的呀？就是啊。各位，没办法呀，我们只能回去了。你说回去就回去啊？退钱，赶紧退钱！这也不是我们旅行社的问题啊。嘿，你还有理了？小鱼，哎，小鱼，快收拾东西，咱们可以走了。好。吕叔，你们要走哪儿去啊？不是，你是打算走回去？啊，我要进茶卡盐湖了，里面有遗迹要开了。哦。哎，抱歉，这位小朋友没有证件，不能通过。抱歉，我无权处理，您稍等。是。天罗。辛苦诸君从各地远道而来，新的遗迹即将开启，上级委任我全权负责此次行动。聂庭此刻正在南方解决边境冲突，无暇顾及青州，而来到青州的陈百里，上级也早有安排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等上面派出的高手干掉陈百里，我们就负责碾碎遗迹内的一切抵抗，夺取阵眼。老爷子，您给长长眼，看看这柄剑怎么样？这是天罗地网配发的制式长剑吧？材质很普通啊。这样啊，不必失望。我们这一脉与天罗地网不同，我们练的是义剑，最终要以万物为剑。那可卖不了多少钱啊。不
过这剑可以加入别的材质继续炼化成长。这种修行方式倒是因材施教，石学进不愧是天才。哎，您说他们这些天罗都这么有才吗？第一天罗聂庭，天罗地王组织画事人，东方第一高手，武学天才，人称新亭侯。有他坐镇边关，境外宵小莫敢来犯。但辅佐他的第二天罗石学进，才是天罗地网的核心人物。在只重资质的修行界里，没有资质的他却立志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，此为大才。未来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，真的很难说呀。哎，没有资质的人不是不能修行吗？还能有未来成就啊？鲁迅先生说过，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这真是鲁迅先生说的。行，可他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呢？他想贯通世道如三教，通过这三教，去探索世界的本质。他说过，当你了解世界本质之后，没道理不会去运用。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说这句话时那副理所当然的模样，好像世界上的道理本就该如此。于天罗里一笑。啊，对了，天罗里还有一位镇守南部的陈百里，修行数十载，实力惊人。不过嘛，脾气不太好啊。修行修了几十年，怎么还会脾气不好呢？就是因为脾气不好才要修行啊。等修好了，说不定就还俗了。你这，哎呀，还有这种操作啊？这就是那位陈百里吧？麻烦让一让。啊，我要一个。回来了，大年初一就回来了。多放点东西。外国修行者会不会就混在这些人里面？就像北邙山那次一样。李叔，小鱼啊，我们赶着去帐篷了。好香的土豆牛腩！师傅，我可以提前试吃了吗？小鱼，我领你们去帐篷。啊，走了。李叔。喂，来新人了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陈祖安。1级圆满实力，上尉。二位是？江树一，地级初阶，中尉。啊，性别男。我叫李树，1级圆满中尉，幸会幸会。祖安是吧？你家是哪儿的呀？今年多大了？手上这个有没有褶子？啊？这个二位这么年轻就是中尉了，哎呦，可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有为有为。你们是在遗迹里立过功吗？我叫高神野，地级初阶，中尉，在边境参加过战斗。你也有战功，所以你刚才不理我，是因为嫌弃我啊？对对对，在遗迹立过功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为什么还是1级？
没有奖励你功法吗？我是1级力量型觉醒者，修为方面的话，太低也就不说了。觉醒者，真是少见。嗯？哎，兄弟，你咋还把家里孩子带来了呢？鲁迅先生说过，上战场的时候要轻装上阵，没有包袱呀。鲁迅先生可没这么说过吧？鲁迅先生一辈子说的话多了去了，谁知道有没有说过呀？不然你把他喊来问问。哦，把他喊来，估计够呛。不过我估计能送你去见他。哎呦，营地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呢！嘿嘿，想吃啥？给你特殊待遇。来一盘土豆烧牛奶。好嘞，给你一大勺。只要牛奶。好。哎呦，慢点吃啊！咱现在日子过好了，顿顿有肉，少不了你的。吕叔，我能进1季吗？我的实力可比那陈祖安强多了，估计他连小松鼠都打不过。你也太小看人家了，说不定人家身上就有点压箱底的绝活呢。你是说饭量吗？哎，不过啊，他还真的打不过你。毕竟你现在算上能量体的话，也算是有D级的实力了。D级高手，实力过关。我倒是挺想带你去遗迹里玩玩，但问题是怎么进去啊？高神隐，家住在边境线上，某年某月某日偶遇境外毒贩，在对方持枪的情况下击毙了4人，还活捉了一个其中的觉醒者。江树一在遗迹里斩杀骷髅骑兵数目超过6个，对他们倒是热络。吕树开创力量型觉醒者远程攻击方式，现正被天罗地网内部试点推广。天罗地网内部试点推广，一个人单可击杀1整只骷髅骑兵，一次斩杀骷髅骑兵数目11个。在遗迹内捣烂法器，让不少人得到了兑换军功的机会。原来这位才是真正的大佬啊！难怪江家那小子一个劲儿讨好。外地的道员班学生终于到了。啊！吕叔，看什么呢？戴手表的不太多。吕叔兄，我这块表值8万，一般出来我都不戴太好的，还有更好的放在家里。弱智！8万的表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你懂个屁！也不知道这批学生资质如何，可别像之前北邙山遗迹那样令人失望。可别进了遗迹吓得尿裤子才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豫州是不是有一个叫曹青瓷的天才？听说了，在遗迹里大杀4方。曹青瓷当然厉害，他可是修行加觉醒双修的妖孽。哇，好强的气场啊！他就是曹青瓷。你好，你好啊！你行你上啊！曹，
他不搭理你俩，这也能赖我呀？左岸，你知道的事情挺多，听说过这次带队天罗的事情吗？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，只知道这位天罗脾气不太好。哎，对了，记得千万别在他面前说外语。啊？不要在他面前说外语？这有什么说法吗？这就无从得知了，反正不要说，后果很严重，尤其是中英两掺的那种。你一直盯着这两人的手腕和脖子，难道还想像之前遗迹里那样专一别？当然了。生活就是生活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得养家糊口呢。那要是有一天需要在保家卫国和金钱之间做选择，你会怎么选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和小鱼一起自力更生，生活到现在，不靠不仁不义的手段。你说这话，我信。对了，我得到一些资料，之前每个遗迹里的生物实力都不同，有人猜测过，也许遗迹里的生物等级是根据灵气潮汐复苏的进程来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次遗迹恐怕难度要比上次高一些。李叔，嘿，我们刚刚逛了一圈，有个地方特别漂亮，快跟我去打卡。打什么？哎呀，你帮我在盐湖上面拍点好看的照片。嗨，那还不简单？哼，我是说要好看的那种。我给你拍照哪次不好看了？哼，吹牛。过来，谁让你走了？天罗找我何事？我听李一笑提起过你，你很不错，这次遗迹里再接再厉。哎，好的好的。贻笑大方这个词是你教给李一笑的？啊？啊！这就是修清净无为的人吗？不要再教别的东西了。您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你在北邙遗迹里的所作所为很对我脾气，可愿入我道门？哎呀，我现在无意。不爱，愿意就是愿意，不愿意就是不愿意，干脆了当，很好。娃娃，你可愿随老道修行？不愿意。我拒绝你没半点负面情绪值，小鱼拒绝就有负面情绪值，所以你其实就是想收吕小鱼吧你？现在的年轻人拒绝别人都这么直接吗？罢了，遗迹快开了，抓紧时间修行，别闲逛了。哎。小娃娃，你觉醒的是什么能力？或许能瞒得住别人，但瞒不住老道我。
寻常人呼吸步伐都是无章法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的根基。玉树，你能瞒着天罗地网多久？是，您说的对。能力、等级、力量系已经是D级了。娃娃，拜我为师，全国都没人敢惹你，你是否愿意？不愿意。入门就送一件法器。不愿意。为什么不愿意？有人说你脾气不好。谁说的？你让他站出来！都1级了，咋还会打冷战呢？一季即将开启，所有人集合。所有人，整队，发放资源。这就是1季嘛。一会儿进去之后，每个人都会出现在随机的地方，说不准危险不危险，可别掉以轻心啊。嘿嘿，高少兄，若是1季之内相见，好说好说。哎，左安，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呀？不许笑啊！我的能力就是吃饱了不饿。吃饱了就不饿，这是一个道理，这不是什么能力呀。其实我只要吃的够多，能15天不进食呢。哎呀，这个能力真不错，哇！你还能再敷衍一点？哎，对了，咱们都进去1季了，小鱼怎么办？人家小娃娃比你等级高，你这个小胖子，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你混！二爷爷教训的是，敢给我丢人，脑袋给你踢下来！这货跟陈百里是亲戚。小胖子，你是不是当着他的面说过英语啊？没有啊，小鱼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绝对没有。呵呵。一会儿如果失散，就往灵气最浓郁的1季中心走，总能遇上的。终于能和你并肩作战了。是神秘了呀？没有啊，我有点害怕。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该往哪儿躲呀？大家别慌。韦前义，你也在这儿？你可是甲级资质，
我们就跟着你好了。遗迹里大家相互照顾是应该的。咱们这么多人，可以成立一个小组，我就当组长好了。是。首先，我们要选择一个前进的方向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咱们跟着太阳走吧。这个方法肯定行不通。那就跟着月亮。不如这样，咱们还是先往山上走，看清整个地貌地势，再做决定。对，没错。那为啥不先爬到树顶看看？这位同学，你说的对。既然是你提议，要不就你上去看看？哈哈，还是你们去吧，万一上面有危险怎么办呢？我开玩笑的，你看你们还当真了。去就去，我可绝不是那种贪生怕死、卑鄙无耻，非要让其他同学去探路的人，对吧？哼哼，果然还是来遗迹赚的多呀。虽说这些开了灵智的动物每次只给一点情绪值，但持续时间长啊，总量可观啊。不如以后我见一个拔一个。这树枝好结实啊。照江树一所说，遗迹里的灵气浓郁程度都是渐变的，边缘贫瘠，中心浓郁，那里就是遗迹的中心了。哇塞！怎么了？好多树哎！哇！你们快上来看看！怎么了？看到什么了？看这美丽的风景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哎，我说，我看天色要变暗了，这里的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咱们先找个地方宿营吧。对呀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往前再探索一下。怎么看啊？挺黑呢。这待着。快来看这儿！看你那儿的风景，不看就不看。大家继续走吧，看看能不能尽快和其他人会合。那个，我建议大家在这里宿营。刚才我在树根下看到了野兽的白骨，而且这里的树枝树干和遗迹外的树完全不同。我觉得这里有古怪，我是不会继续走了。吕树同学，不要疑神疑鬼的吧。我知道刚才我的一些行为可能给大家造成了不靠谱的印象，但这次我是认真的，希望大家慎重考虑一下。谢谢你的提醒，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有点小题大做了。
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其他人会合，不是在这浪费时间。我们先走了。那好吧，没事最好，有事了记得往这边跑啊。也不知道小鱼现在怎么样了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哦。这是小鱼干的？他在干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担心吕小鱼啊？最该担心的是这里的小动物啊。好美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这些树果然古怪，到了晚上就会袭击树林里的生物。所以，难道这块空地本来是野兽们为自己准备的避难所？你们应该不敢跑出空地吧？那就好办了。只要挨个欺负，说不定一晚上就能攒够第7颗星辰的负面情绪值。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啊，不闹了。我说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职业？牙医。不要和这些怪兽做纠缠，迅速突围！前面的人，我们在这里，快来救我们！得找个空地先避一避，等到白天就没事了。我们刚才路过了一块空地，但那里猛兽成群，我们根本无法停留。你们知道哪里还有空地吗？
你们这什么表情？发生了什么？我知道哪里有空地，跟我来。看，有火光，生路就在眼前，大家冲过去！行，听话，赶紧让我帮你把蛀牙拔了，不然我打你皮皮喽。李叔，你在干嘛？给小朋友小动物们拔拔蛀牙。哎呀，你可能不知道啊，这个小动物啊，它一有蛀牙就容易感染发烧，一发烧基本就死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吕树，同学，这些野兽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树林里太危险了，我们晚上想在这儿休息，要不等我休息一会儿，咱们联手杀掉他们？敢！小动物们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杀他们？要想杀他们，就先从我吕树身上踏过去。那晚上他们偷袭咱们怎么办？你们不敢的，对吧？同学们，今晚在这儿休整吧，咱们等天亮再出发。对不起，我们应该听你的。哎呀，对不起我什么？反正受伤的是你们，又不是我。那个，吕树同学，咱们明天该怎么办？明天我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建议你们尽快和其他人会合，然后每天晚上确保自己能抢占下来一块空地。你要单独行动？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？我觉得你还是和我们一起行动。如果再遇到危险，我们也好照应你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。是啊。哎，你们饿不饿呀？今天咱们吃什么？啊？不要命了是吗？万一咱们没水喝了怎么办？竟然还拿这么珍贵的淡水刷牙！在找到水源之前，谁都不许浪费。哎，昨晚上要随便杀一头野兽，现在也够我们烤着吃了。可吕叔为啥不让杀呢？啊，谁？你是谁？御兽师吕小鱼。
我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吕树的，个子高高的，帅帅的，笑起来蔫儿坏，还特别不正经？往那边去了，早上刚走的。谢谢啦，皮皮叔，我们走。你是说有人类在这里撒尿？嘿嘿，皮皮猪，记住这个气味，找到它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疼啊不疼。好嘞，太棒了。哎呀，越靠近遗迹的中心，野兽的实力也就越发强大，连蟒蛇都有地级实力了。那遗迹核心处会是什么级别的怪物？小鱼啊，你这是被他们绑架了吗？小胖子，你为什么要随地大小便？啊！遗迹里还管这个？哎呀，小鱼和陈祖安碰到了，哼哼，先委屈你喽，小胖子。大家注意，还有3个小时太阳下山，我们必须保持行进速度。前方有处空地。负面情绪值，不对，是道员班可爱的同学们。有野兽来袭，警戒，准备作战。嘿，别开枪，自己人。嘿，道员班的同学，你这是？从哪里来？自东土大唐而来。这么多负面情绪值，今晚搞不好就能点亮第7颗星辰啦！嘿，间谍。接上来，没事。这么多人，到底哪个是间谍呢？要是我一个个的坑过去，有些太花时间。要不用扭头葫芦？你在干嘛？赶走猛兽啊！你能抓住他，那直接杀掉不就好了吗？你们身为地网人员，怎么能虐待小动物呢？宫廷玉液酒啊，180一杯。哦，原来就是你呀！哎，且慢！啊，我来，让我来。嘿嘿。
什么动物们都不来了呢？难道是我在这里的消息被野兽们知道了？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？这片空地肯定是附近野兽给刨出来，夜晚当做藏身之所的。可野兽们为什么没有来呢？难道咱们这边人太多，所以把野兽都给吓走了？这倒好，省事了。大家赶紧结伴去上厕所，晚上可没树林能让大家钻了。你这刻的是什么？啊，我就是想看看这树木的根有多硬，万一咱们哪天需要自己开辟空地呢？我这做老师的得未雨绸缪啊。哦，老师，你让我也试试。那你试试吧。老师，你常电借我用用，我赤手空拳的怎么试啊？给。哈哈，哎呀，这树根确实挺硬的啊！吕树同学，把长剑还给我吧。哦，松手！哎，好的。晚上值夜的事情，大家一人1个小时吧。头3个小时我先来值。轮流值夜是应该的，我来值第2班吧。兄弟，该你值夜了。行，你赶紧睡吧，我下一班给傅红雪喊起来。放心。这酒怎么样啊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吕树同学做噩梦了吧？哎，你睡你的。哎，李老师，恐怕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怎么就没那么简单？3杯5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嘿，白里透着红啊，红里透着黑，哈哈，哈哈哈哈！大家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得赶路呢。大家继续睡吧。
李丽老师，你在找我吗？李丽老师，再不亮底牌的话，恐怕小命不保哦。你们这帮间谍是不是没一个能打的？524927，你接着跑，我正好练练投掷。我投降了。你们来了多少人呢？就我一个潜伏下来打探情报的。哼，你少给我装蒜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？不知道。我是京都帝王特意委派进入遗迹铲除你们这些间谍的。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你的？你早就暴露了。哦，你真正的代号是524927。告诉你，北邙山那个114514，就是我干掉的。您到底是什么级别？你问我，我问你，老实点，不然现在就代表人民收拾了你。我知道的东西不多，你们天罗把边境封锁的太严密了，所以参与这次行动的都是之前潜伏在帝王内的人，神级本部的高手一个都没来。他们都是谁啊？我们都不知道彼此身份呢，就是接到通知来遗迹集合。那你们见面的联络暗号是什么？还有，这些人都是什么实力？暗号是用自己代号后3位的天干地支手势。我们每个人的代号都是绝密的，没有人知道，绝对安全。实力，听说 C 级的不少，而且还有个据说是 B 级的高手。哎呀，你们这在陈百里面前就是白给呀！我在进遗迹之前，听人说他们有个收拾陈百里的计划。哦，快说说。这个说出来，能留我一条命吗？哎呀，刚才跑了那么久，饿了吧？吃点东西，慢慢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这是臭豆腐。不是冲我来，而是冲臭豆腐来的。是不是把臭豆腐当肥料了？这臭豆腐可是用负面情绪置换的，我在外面卖5元一本呢。这些破书没钱也就算了，现在连负面情绪值也不贡献，还想白吃？
快起来，李丽不见了！快起来！李丽老师不见了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我们去不去找？不能就这么丢下队友。你我量力而为，撑不住就回来。队长，我们跟你们一起去，我们一起去。这帮学生不愧是经过帝王选拔出来的，比北邙山的时候强了很多啊！哈，我也去。好，那咱们一起去树林里找一下李丽。大家听我指挥，我说撤，咱们就撤，也不能为了一个人威胁到所有人的安全。是。李丽，你在哪里？我们来救你了！李丽，李丽，李丽老师，当时把尸体挖出来一截，放在外面就好了。李丽老师，李丽老师，不能再搜索下去了，我不能为了一个人拖着大家冒险。虽然李丽老师消失了，可我们也并不能着急下定论，她已经遇害。也许她是发现阵野的线索前去追踪，也许是别的原因。我还是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来，探索遗迹的重任还在我们的肩上。哦，这负面情绪值也给我，是因为李丽因我而死吗？出发！继续跟着队伍前进。哎，以这个速度，不知道多久才能到达遗迹中心啊！既然跑掉，也就不用管了。不许跑！站住！听到没？说你呢！他应该等会儿就回来了，咱们继续前进吧。李叔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是打不过野兽而丧命？这可能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了吧？嘿嘿，终于能点亮第7颗星辰了。李典，谁人敢
敢擅闯我树妖姥姥的树林呢？姥姥，小人无意擅闯啊，只是这林子太大了，小人也不知道哪片林子才是姥姥的，姥姥饶命啊！不知道哪片树林是姥姥的，整片树林都是姥姥的。姥姥饶命！姥姥饶命！你身上有火的气息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想烧了姥姥的树林呢？不是，小人之前有一名同伴，他有控火的能力，我身上这些火气应该是从他身上沾来的。他人呢？小人不知啊，来到这里以后，我们就分散了。为何姥姥从你身上感受不到灵力呢？你这块破麻布从何而来呀？麻布还有什么宝贝都扔出来，一件东西换你一条命，不过分吧？没有。不给的话，那我就只能取走你身上这破麻布了。啊！小人突然想起来，身上还有一件祖传的宝贝。这玩意儿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罗盘指针处，便是半公里范围内灵气灵力最浓郁的方向。啊，你就是依靠这玩意儿来寻找日月山宝镜的了。果然，是遗迹核心的方向。祖安呐，我为你默哀呀。放你一马，我得赶紧去找小鱼了。姥姥别害我！为天罗地网人员立即撤离营地！为天罗地网人员不要靠近武器！什么情况？喂，出什么事啊？有人没有啊？喂！外头乱糟糟的，肯定是出什么事了。我们趁乱跑出去。刚才一直找不到你们地网的人，我还真怕撤离的时候让这俩小子趁乱跑了。辛苦了，
这2个人就交给我们吧。啊？不是天罗地网的人。是啊，我们本来在黑暗王国上约定好了，你要在日月山卖给我一件法器。原来就是你！你们这是……出去再聊。啊？什么情况啊？遗迹开启了。遗迹？没错，遗迹是灵气潮汐复苏后出现的异次元空间。不管全世界哪里出现遗迹开启，都会引来无数高手抢夺里面的东西，药材、灵气、法器，而最宝贵的东西，就是传说中的阵眼。每一个阵眼都是惊天动地的法宝。我知道。据说聂庭的那把心庭刀就是某个遗迹的阵眼。没错，所以进入遗迹的人，最高的目的就是拿到阵眼。富贵险中求啊！梁彻，你敢跟天罗地网对着干？敢不敢跟着我们进遗迹？这些地网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对手。有了你，我们是如虎添翼。我们只要阵眼，其他的东西你能拿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出来以后，你在修行者圈子里，可也就算得上是1号人物了。你们这是送死去吧？你们没听说吗？这次带队的是天罗陈百里啊！出去的路都有军队把守，想活命就只能跟他们进遗迹了。放心吧，阵眼一旦被人得手，遗迹就会消散，到时候一片混乱，想离开总有办法。而且，我们找了人对付陈百里。找了人？谁啊？现在是世界上最顶级的 B 级高手之一，安东尼·史密斯。哪位英雄啊？安东尼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也在这里，他会自己潜入遗迹的。洋鬼子，你是土遁一路横穿偷渡来的吧？神通广大嘛！陈百里现在被拖住了，我们急速赶往遗迹中心。哎，快把你罗盘拿出来，他有法器能定阵眼方位。那个法器让树妖姥姥抢走了。什么姥姥？树妖什么？李典和梁彻在一起，还有一伙间谍。多等一会儿好了。这是什么动静？
你担不担心吕树会有危险啊？他才1级力量系，竟然在这片树林里单独行动了。要知道，遗迹可没有那么简单啊！就我对比之前获得的北邙遗迹资料，这个盐湖遗迹的整体实力可是要比北邙遗迹高一个档次啊！吕树不会有危险的。可遗迹里危险的不只是遗迹本身，还要防着人的。我可知道，上次北邙遗迹里有个 C 级间谍，不仅抢到了阵眼，还杀了好多人。谁杀吕树，我就杀谁！哼！你不相信？相信，相信。赶紧睡觉，天一亮就继续找吕树去。明天还是找不到吕树，我就把你杀了祭天。什么情况啊？来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你们都乖乖的不要动啊！不错，不错，表现得很好，大家保持这个势头，下回我们再见，再见，嘿。竟然还敢回来！这是陈百里的声音。我是吕树啊，您老还记得我吗？教礼义孝成语的那个吕树啊。啊，过来吧。哦，我刚才被那些怪树攻击了。老道士受伤了。刚才那中气十足的声音是装出来的。您老这是跟谁打了一架？动静这么大？
一个觉醒了土元素系的洋鬼子，大概是从地下一路潜入到遗迹，进入遗迹更是如鱼得水，得有秘籍。秘籍？我刚才把他从地下揪出来打了一架，没留神，让他从地下跑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他现在受伤比我重得多。你给我护法，让我……您先等会儿。没事啊，好了，马上就好。您刚才说啥来着？您继续说。您说嘛。你帮我护法，我必须调理一下经脉，赶在对方伤势愈合前恢复伤势。你也不必太担心，对方身受重伤，现在实力境界估计下降的厉害，未必再敢轻易回来。你莫让野兽靠近我就好。没问题，对付小动物这事儿我熟。地下有巨大的能量波动。老道士，你嘴硬了吧？真受伤比你重的话，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余力啊？哎，我这是要干啥？以我现在的境界，真有点看不明白 B 级大佬之间的战斗。这就是能够借用天地威力的 B 级吗？天罗，你别放弃啊！不懂了，拼了！打中他了！不用追他，你连 C 级都没到，打不过他。不打打怎么知道？速度慢下来了。是不是灵魂仿佛被封印了一缕啊？
之洞。尸狗、腐蚀、雀阴、吞贼、飞毒、除秽、嗅废。分别对应人之七魄：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啊，难道想要掌管魂魄的情绪，就必须要自己先懂得这些情绪？竟然还是给他跑了，这就是 B 级强者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我赢了。又来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比刚才的声音还瘆人。怕什么？哼，肯定是安东尼和陈百里拼到两败俱伤了。哎呀，看来陈百里的位置不远呢，那遗迹中心估计也在附近。趁齐大人还没到，快走。小鱼，这不会是我那边二爷爷搞出来的动静吧？李叔不会有事吧？皮皮猪，咱们走，看看去。小鱼，这怪树林很危险的，等天亮吧。再说，那怎么可能是吕树啊？他才个1级力量系，搞不出这么大动静的。你要害怕就别去。去！哼！这灵魂的3魂七魄上有残缺，他的喜悦被封印住了。难道刚才的战斗声响是他和吕树搞出来的？而且他被吕树伤了魂魄。下不是吕树的敌人。李小鱼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有人从地下路过，我杀了他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皮皮猪，来。你直接一拳把人锤死在地下了，你还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万一是某个天罗地网的战友怎么办啊？那不杀错了吗？不会。什么？啊？这怎么是个外国人啊？这话哪儿冒出来的？难道是从遗迹外面突破进来的？你一个10岁小姑娘，力气就这么大吗？哎，不对，1级力量觉醒者就这么厉害吗？吕小鱼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
吕硕来了，哪儿呢？小胖子，不要叫我小胖子，我只是脸有点婴儿肥罢了。哦，小胖子，你想立功吗？啥意思啊？这人肯定是境外势力，你跟尸体合个影，交上去算多大功劳，就看天罗地网知不知道他什么级别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低。吕小鱼，你太可爱了！等你和吕叔来京都，我带你们吃最好的，玩最好的，住最好的，都包在我身上。怎么了？手表。你们俩是真兄妹啊，一对财迷。好，钱货两清，多谢多谢。灵力如此浓郁，B级用的法器果然不一般。哟，我怎么把老道士给忘了？不知道老道士会不会被野兽叼走，或者别的坏人要是发现他袭击他，那我不就成了国家罪人了？啊！陈天罗，天罗，哎！哎呀，天罗呀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可千万别出事，阵眼都还没找到呢，天罗。哎呀，您还有什么遗愿先留句话呀，天罗。哎，您怎么就去了？我还没死。啊？哦。倒是你居然也没死。我起来。你怎么从他手里逃出来的？啊，没逃啊，我把他打跑了。打跑了？啊！来，你告诉我，一个1级怎么打得过一个 B 级？我现在不是1级了呀，刚才战斗的时候觉醒了。啊？D 级？再猜。C 级啊！一觉醒体质啊，灵气复苏就是好，觉醒都这么容易。不对，你现在是 C 级力量性觉醒者，增长力量也需要时间，如何打跑它？就那样打跑了呀。算了，天一亮你就扶我往1级核心方向去，我必须争取时间恢复。万一对方恢复得快，卷土重来就麻烦了。您是不是信不过我呀？我真把他打跑了。哎，天罗，我背你吧。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没注意啊，您老多担待。1级核心到底该往哪儿走啊？老爷子，天罗，啊，还好，只是晕过去了。这溪水的灵气浓度还极高。所有的灵气仿佛都来自于这株植物的根茎处。
小胸许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哎，怎么回事儿？看到我不应该高兴吗？这花也没什么特别呀，你看什么呢你？写字，作业都白写了是吗？我就看看发，这发太漂亮了，你先走，等会儿就追上你。罚你写花字20遍。这花有问题是吧？这花对你有好处是吧？哎呦，怕我抢你东西是吧？我能是那种人吗？嘿嘿，我还真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不简单啊！一片花瓣的灵气浓度，抵得上10颗灵石。原来小胸许和那条小蛇等的是这个呀！吕树。天黑了吗？啊，糟了，该怎么解释？老爷子不可能看不出来吧？哎呀，哎，等等，嘘，才中午呢，老爷子，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在遗迹里呀。啊？那植物上结的果子呢？啊？他给吃了。还有2颗呢。吃了，我吃了。你不要怕我会抢你东西，堂堂天罗哪会抢一个学生的东西？吃了便吃了吧，记得向上级汇报这果实的效果，在资料库中备案。一点负面情绪值都没有啊！看来是真的不屑跟我抢东西。哎，同是天罗，为啥李一笑那货就……切，骗的，我没吃，拿走吧。记得出去了帮我算上功劳，我觉得我有当少校的气质。算了吧，你吃了吧，这是你的机缘。哎，不，您吃，您就别客气了，来，先吃1颗，说不定对伤势有帮助呢。千万别忘了我的功劳啊！老道今日重见春日百之新芽，再破几10年无尽境之关隘，全拜你所赐。我陈百里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啊！
什么意思？我的根基正在修复，现在需要吸收足够的灵气。老道已经用不到这个了，它对提升你的资质有帮助，你拿去吃了吧。哦。李叔，小鱼，你这是干嘛呢，小鱼？几天？小鱼，你先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。二爷爷救我！真没出息！二爷爷，我这次立功了，我杀了一个白人强者。这家伙从地下路过，而我机智地察觉了一切，一拳捶向地面，直接将他在地下捶死。很好，这是你的功劳。二爷爷，是我杀的。那个，没事啊，我与陈祖安一见如故，这功劳就让给他吧。今日这个功劳我陈家接下了，出去之后另有后报。天罗，有间谍，他们找到遗迹核心了。既然有胆来送死，我就成全他们。待老道我根基复原，破了关隘，就去把他们都杀了。天罗，还要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遗迹里的灵气充沛，应该来得及。天罗，要不我先去探探情况吧。也好，不过要小心，别以为你打倒了个 B 级强者就能轻举妄动了，要动手也要等我来。哎，你们在这儿等我啊。李叔，你去哪儿，我也去哪儿。好，那你照顾好你爷爷。好，你们放心的去吧。不过我二爷爷这是怎么了？说不定他老人家要突破了吧？突破？我二爷爷不是 B 级了吗？还能突破什么 ？A 级？比比猪，走。上嘛，我让皮皮猪他们一起打这些家伙个措手不及。对面已经有准备了，还是先别打草惊蛇。我去探探他们人数和实力都什么样，等我叫你们动手再动手。那咱们怎么联系？是检验他学习成果的时候了。
人比划的都不一样。这是那个李丽说的暗号手势。暗号是用自己代号后3位的天干地支手势。我们每个人的代号都是绝密，没有人知道，绝对安全。李丽的数字真名是多少来着？这一定就是一记核心了。我们果然是最先抵达一记核心的人。这么多人全是间谍，我哪儿打得过来呀？可能是陈天罗。陈天罗遇袭后，我们就看到了那3颗信号弹，肯定是混在队伍里的间谍所为。我们来的路上也看到这种灵气被抽走的现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灵气被吸走的方向和信号弹发射的方向截然相反啊！地网内地级实力以下的，带领道元班学生去调查灵气吸走的方向，重点是寻找陈百里天罗的下落。所有地级实力及以上的地网，跟我前往信号弹打出的方向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先把这个身上吧，可以会的。不让分班，多少呗，在一块儿，可以啊。50多个人里也没什么能量波突出的家伙呀，普遍地级中下实力，地级上位也没几个。就这点本事，敢干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，也不知道图点什么。哦，这几个更垃圾哦，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哦。不对劲！本以为这些人是资质太低，原来是有主动遮挡灵气的手段吗？看来他们应该就是头头了。
后面是一道深不可测的通道，但这门是和巨树长在一起的，这些层层重叠的树根起码有2米厚。如果跟别的怪树一样，那就是白天关闭，夜里自己打开。都不知道陈百里死了没有，哪里还有时间等到夜里？想办法开门。是。植物会把冲击的力量分散掉，要是能带炸药进来，能省不少事儿。哦，他们这是急着想进去，我得拖住他们，等陈天罗来。是你！哎，你不是那个谁来着？大意了，刚刚没注意到他们俩也在啊。怎么回事？你认识他？我几个月前刚被天罗地网抓的时候见过他，我用火烧都烧不动他。我也见过，他跟我从西境市一起坐旅游大巴来的。领导，我是潜伏在青州地网里的，我化名是李立，我有重要事情要汇报。对得上，有这么一个人。你有什么事要报告？陈百里死了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亲眼看到他。你说你亲眼看到？怎么证明？啊！深海白鲨，陈百里被那个白人用这白鲨在身上钻出几个血洞，流血而死。那个白人被陈百里飞剑砍了一刀，重伤跑了。我没敢追，捡了几粒白鲨回来，向您报告。那陈百里的尸体呢？你处理了吗？我找了个水池子扔里面了。那些地方想找到也得花不少时间。陈百里死了，一季里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了。好，干得不错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跟着我，等回到了神级，会给你记一功的。谢谢领导。神级，原来你们这组织叫这名字呀？啊，这什么组织啊？这是？怎么人都这么小心眼儿？哼！我明白了，这小子打一开始就是间谍，跟普通人一起坐旅游大巴过来，就是为了混进遗迹，深藏不露啊！怪不得他当时那么狠心，见死不救啊！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刚被组织派过来，你正被地网追捕，我出手不就暴露自己了吗？组织的使命才是第一位。你做的没错，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了。既然你投靠了神级，神级不会亏待你的。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尽管吩咐。现在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。难受的树，我说，他让你干，你还真干啊！之前卖点法器就是为了糊口罢了，
可跟着他们挖自己国家的遗迹，这个罪状咱们可承担不起呀！没本事的人就会杞人忧天。你没听说陈百里都让他们收拾了吗？我在他们面前露两手立个功，等跑出去还说吃不上饭。你就老实的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就你本事大，显摆什么呀？老道士，你赶紧突破一级过来，把他们灭了！呀！什么？遗迹里的帝王应该都去找陈百里了，反应怎么会这么快？梁彻，停下！啊！都停下！哎，怎么了？哈，同学们很靠谱嘛。没想到这些道元班学生行动这么迅速，得想办法处理掉。同学们，你们来的真快啊！你好，洛城地网的。哦，年纪轻轻就是中尉了，年少有为啊！哦，我们看到这里打出了3颗信号弹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为什么要拦着我们，不许我们靠近？这里就是遗迹核心，可能是有什么人先我们天罗地网赶到，给同伙通风报信。我们正在进行调查，每个接近的人都要进行排查。不过，陈百里、陈天罗呢？你们也听到昨晚的动静了吧？我们也是担心他出事，阵眼被人捷足先登，所以先过来保护这里。确实是这个道理。刚刚是误会。来，你们先到前面看看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这里就交给我们。这进了遗迹还带着灵宠啊？嗯。注意身后！你要干什么？这些人是假冒的，他们是间谍。废物，怎么这就暴露了？外围间谍只是1级和地级中下，江蜀一他们应该应付得来。天罗地网主力未到，这不过是几个道元班学生，你们一起上，靠人数碾压他们。集合，背靠背，别分散。打起来了？你们说还不给我信号？李叔说什么了？我们走，七匹猪！
这些愣头青！都是友军！区几个道元班学生，竟然比帝王还难对付，无能啊，无能！让姓梁的继续烧门，我们上，收拾他们！还等什么？快点放火把门烧开呀！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好。好，好身手。这些人起码是 C 级的强者。嘿嘿。377-563。你是奸细！不是，我不是，不是。算了，进入核心要紧。这刀不是寻常之物。这感觉跟那个白人一样，他也是 B 级啊！别管学生了，我们尽快进入遗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别打住了，快点你这个叛徒！你才是叛徒！长官，
我这算戴罪立功不？快把我从这鬼地方带出去吧！混蛋！俘虏交给你们了，还能战斗的，咱们继续追。好。李叔，等等我！李叔，等等那伙间谍往哪儿跑了？我们不能停下，快走！C 级，绝对有 C 级了。这是不是那个什么阵眼守护者？如果是阵眼守护者，我们恐怕还未反应过来就死了。吕叔往哪边跑啦？原来你们也是只抓有灵气的。废物，全体向我集合！啊！这段灵气的范围在这通道里很有限，你们都跟得紧一点，靠我一个也能夺得阵眼。哪个蠢货落下了，我是不会救他的。哎，你这么搞，我不是没有负面情绪值守了吗？啊？希望在这儿也有效果。不好，空气有毒，快带上防滑设备！你们准备还挺全啊！别慌，自然界中确实有以臭气做攻击手段的植物。灵气遮断怎么会无效？我的功法还在持续发挥作用啊！臭味，这些遗迹守护者是因为臭味在攻击我们。这臭味是有人故意弄出来的，是谁？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他。
他身上有臭味。胡说八道！我杀了你！你说谁呢？我身上怎么这么人？加速跑！是你小子搞的鬼！他是间谍！你们才是间谍，好吧？杀了他！香气四溢！嘿嘿。这就是遗迹的核心，是连接整片树林的根须。所有怪树吸收的灵气，最终都供给给了这个花妖。想必这阵眼就在这花苞之中。我们怎么处理它？把它切开。陈百里已经陨落，追上来的帝王都会被小的遗迹守护者收拾掉。我们有的是时间想办法。嘿嘿，那你们就等着吧，等老道士来了，看你们怎么死。你小子有些手段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你都不认识？我是天罗地网反间谍部部长吕树。没听说过天罗地网有这个部门。反间谍部门还能让你们间谍知道？我们是聂庭聂天罗的直属部门。可惜你不是聂庭。老道士，你怎么还没好啊？周围的树木好像都开始枯萎了，源头应该就在前方，提高警惕。陈天罗还活着。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放下武器，立刻投降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白送死的蠢货！是我小看你了。再来呀！怎么又没感觉了？不管是谁，都快来帮把手吧！源源不断的灵气传输向花苞，阵眼守护者即将觉醒了！别说！哈哈，这阵眼你今天是拿不走了，投降吧！我们优待俘虏，不过特务就另说了。这花妖的实力远超北邙山中的鬼将。现在遗迹守护者醒来了，你死定了！你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我看你也打不过他，你也死定了！你们俩是时候把命交给我了。山里你的邪法是这么一回事。没有灵气，这花妖应该不会攻击我吧？
就要交代在这儿，吕小鱼。吕叔出事了。你们真是把这个地方弄得一团糟。看看这些杂草，你们的祖父母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，杂草长得太长之前要照料它们？老道今日重见春日百枝新芽，再破几十年无尽境之关隘。二爷爷，你快去拿针眼帮吕叔吧。你们且在这里等着吧，待我取了真言后，大家就可以出去了。二爷爷，你要小心啊！原来这便是天地共鸣，这便是天地共鸣。陈天罗这是啊！我二爷爷突破 A 级了，全世界第一个 A 级，是我们老陈家的。你不是被边境冲突困在了大喇嘛？藏南的事早解决了，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呢。我们的计划从一开始你就全知道了，原来这是你布的局。那我刚刚拼死拼活是干嘛呢？我都做好了牺牲报国的心理准备了。别废话，战还是降，你选吧。我绝不投降。现在也是B级巅峰的实力，先杀了那个臭小子，再杀了你！吓我一跳，下意识就把剑放出去了。宁天罗，你一直待在这儿，怎么才出手？我出手了，还怎么观察你们的表现？你是故意让道员班的学生们和间谍打？是啊，你们不是发了保家卫国的誓言吗？看来你们履行的不错。这也太会使唤人了。等等，那我这点本事不是全在这家伙面前暴露了？你是叫吕树吧？是。你这次表现很出色，出了一计，来京都找我述职。
反道来也，受死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从一开始就拿我当饵是不是？这都是石学进的主意，我就是来当个最终保险。针眼我拿走了。李叔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好损！庆典战功、人数、战利品，我先走一步进京了。尔等有事直接向上级汇报。您放心，我会处理好这里的事情。吕叔，你可以先行回家了。你的功劳，我会亲自记录。嘿嘿，哎，你停呢？吕叔，吕叔。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我这不还好好活着呢吗？吕叔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来，一技特产。吕叔，我拍了好多这里的照片呢，那些树晚上真好看。哎，让我看看，我都忘了拍照了。哼哼，吕叔，我准备选一张当新头像，你觉得这2张哪张好看？这张好看。哦，那你说说，第1张哪里不好看？这个那个，你懂的。